女人意外穿越到自己刚读过的一本小说里，是两个未来大佬的恶毒后妈，更有着男主老公，本来可以靠着大佬孩子吃香喝辣，可谁让原主从小就对他们非打即骂，没有一天好脸色。她这个恶毒后妈，理所当然成为了长大后他们的报复对象，被关起来折磨的伤痕累累，最后更是被扔到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腐烂死去。妈，你没事吧？哥哥，妈他没事吧？有事更好，别叫他妈了，他不是我们妈。哥哥，妈怎么翻了个身啊？他到底有事没？别过去，我都说了让你别叫他妈，他不是我们妈，他打你没够是不？这两小男孩说话就说话，这怎么还带脚步声的？这电视特效不是这么真吧？我一个人住，睡前就看了会手机，也没开电视啊，这可就有点像恐怖片了。哥，我们怎么办啊？哥，妈醒了，我肯定是在做梦，这变形记一样的场景肯定是我在做梦，睡醒肯定不是这样的。哥哥，妈怎么又晕过去了？我们要不要看看她啊？别去，都说了让你别叫他妈，谁知道他又想干什么？肯定是骗我们的呀！这竟然是真的，虽然但是这个小孩为什么叫我妈啊？我才25岁，未婚未育，只是个刚研究生毕业在生物实验室实习的人啊。你是打我们的时候自己摔倒的，跟我们没关系。你别过来。听着两个小男孩说的话，再配上这周围的环境，严雪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猜测。你们是不是叫魏思瑶和魏思祥？哥哥，他是不是摔坏脑子了？你不认识我们了吗？穿书来得太突然，他头有些疼。谁能想到一觉醒来就穿书，还是穿到和他同名同姓的恶毒后妈身上。一想到原主被折磨到一场大病，再被扔到了无人烟的山里死去腐烂的惨状，他顿时头皮发麻。唉，不是故意叫的，肚子不会再出声了，真的不会出声了。两人齐齐按压着肚子，脸涨得通红，看起来在尽力控制着肚子不要叫，可饥饿哪是人能控制的？我这么一个大人都常常因为做实验时间太长，饿得头晕眼花不能抵抗，何况是两个才5岁左右的孩子啊！过来，我不打你们，我们找点东西吃好不好？我打的，你要打就打我，别碰小翔。其实梁小芝这么怕原主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俩身上都是他掐出来打出来的伤痕，有时为了避免伤口被1个月回来一次的男主发现，还会用针扎，简直惨无人道，更别让梁小芝提吃饭了。毕竟2个孩子已经被虐待3个多月了，任谁也不可能听信我一句话就放下戒备，现在多说一句不如多做一点儿。我是哥哥，至少要保护弟弟少挨打。小翔乖，没事了，你睁开眼睛吧。哥哥，妈她是不是去拿东西打我们了？我的肚子不是故意叫的，哥哥，我饿，哥哥，我饿了。我一定要想个办法让这个坏女人倒大霉，我不能让弟弟一直这么受苦下去了。这边进了厨房的严雪不知道那边2个小孩子心里都在想什么。这个败家的恶毒原主，鸡蛋和肉少得可怜，白米和白面更是不多。唉，严雪按照书里原主放钱的位置去找，询问了半天，也只有100块钱。试问2个长得这么好看可爱还听话的孩子，谁会不喜欢？你们俩去厨房。哥哥，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平时的饭都是我们2个做的，做的不好还要挨骂挨打，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也不懂，难道是坏女人又想出了什么新招式？这儿没那么冷，你俩先在这儿坐着取暖，等我回来了再到房间里给你们把取暖炉弄好。老板，这儿有没有治皮肤外伤的药？严雪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于是买了药膏，又买了手边处的1罐糖，结账离开。你俩过来坐着。妈妈，我们真的不会做别的，但是我们会学的，你别。这个坏女人不会是要毒死我们吧？可是现在吐出来也晚了，太久没吃糖，身体比脑子反应快，我都已经咽下去一半了。没过一会儿，热气腾腾的2菜1汤就做好了，3人面面相觑几秒，梁小芝闪躲的搬着小凳子往后退，为严雪让出了出厨房的路，他们却留在原地不动。我想起来了，原主是不让梁小芝上桌吃饭的，甚至不能去房间里吃饭，只能等她吃完了才能在厨房里吃点剩下的菜汤。你们把筷子和碗放到房间里去。几分钟后，所有饭菜都摆到了房间里的屋子里。梁小芝肚子又开始咕咕叫，2人捂着肚子要往外跑。严雪叫他们留下吃饭，他们也不听，小身形一个劲儿往外窜，被严雪一手拽一个轻易拦住。都坐下吃饭，别让我动手。既然好好说话效果不大，那就别怪我装作恶毒的样子了。哥哥，能吃吗？我觉得今天妈不太对劲。不仅妈不对劲，这个饭也不对劲。今天的饭怎么这么香，香的我感觉满脑子都是饭菜的模样，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快点吃，不然晚上还让你们刷碗。这话其实仔细一听就能品出真正的意思，但梁小芝年龄太小，这会儿脑子又顾不上听话，只觉得严雪说的是不吃就要遭殃。不准光吃饭，快点吃菜，这些菜必须都吃干净。
好吃吗？好吃好吃，真的太香了。我不想承认坏女人做的东西好吃，不过这个味道确实一般。话音刚落，他的袖脚就被弟弟拽了拽，他也顿时觉得自己说错话了。为什么这两个以后大反派小时候会这么可爱啊？简直让我一颗老母亲的心泛滥。好了，你们俩去床上打开电视看会儿，盖好被子，不然回来揍你们。哥哥，你说妈今天怎么了？今天竟然让我们吃饭，还不打我们。哥哥，我今天吃的好饱，真的很好吃。你为什么说很一般呀？你不觉得好吃吗？呜，哥哥，你腿上的伤还没好，是不是特别疼？小翔不哭，我不疼。你忘了爸爸说的，咱们要坚强。可是昨天我都看见了，哥哥，你腿上还流血，你晚上多疼的睡不着，我还总是压到你。小床真的太小了，呜，我不想在这儿，我好想回家。两小只都知道家是什么，就是不明白怎么突然有一天他们就从自己家被赶出来了。刚开始他们还数着，觉得最多数够10天他们就能回家了，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不仅不能回家，还每天挨打，连村里的小朋友都嘲笑他们被丢到山里的野孩子。兄弟俩正抱着伤心，床边的手机突然响了。别叫他，我们自己接，告诉爸爸我们的情况，爸爸来了肯定会收拾他的。但是他知道了怎么办呀？肯定要打我们的。哥哥，爸爸能立刻赶回来吗？能不能立刻赶回来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再这样下去肯定是会被打傻的。犹豫半晌，手机铃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响了。兄弟俩正纠结，严雪已经快速洗完碗，拿着几根柴进房间了。折腾了一会儿，炉子刚弄好，手机又开始响了。书里的恶毒原主就是被这男主魏恒折磨到手脚尽断，扔回这山里腐烂致死的。喂，二宝呢？这声音清冽却低沉，听其声如见其人。现在要是把电话递给两小只，我应该会死得很惨吧？两个孩子挺好的，这会儿刚吃完饭，正看电视呢。他们不方便接电话吗？啊，是啊，他们两个正看得高兴，这么长时间没见爸爸了，猛地接电话，估计今晚上又该闹着要爸爸了，所以就不说了吧。对面迟迟没传来回应，短短10几秒里，严雪心里拔凉。我感觉自己已经在墓地里走了一遍。严雪，你最好想想以后该怎么。我不过在外面接了个电话，哪知道两小只在屋里为我准备好了陷阱。严雪，你最好想想以后该怎么活着。男主虽说和我没感情，但现在两人还没决裂，应该不至于这么冰冷吧？如果按照书里的剧情，现在男主还不知道原主的所作所为，可这个电话怎么感觉不太对劲？魏恒最后一句话的语气就像是最后通牒，像是已经知道了什么似的。也许魏恒的语气就是这样的呢？你们两个和弟弟没关系，你要打就打我。我记得书里魏思敖长大后是手段狠厉的冷面反派，尤其讨厌别人挑战他的自尊，见杀人而不眨眼，这怎么能这么丝滑的给我跪下？就因为原主打得狠。别打哥哥，是我做的，哥哥腿上的伤还没好，别打哥哥，求你了，妈。小翔不哭，你起来，跟你没关系。呜，不要，小翔跟哥哥一起，我们下次不敢了，求你别打，行吗，妈妈？哥哥的腿还流血呢，妈妈，求求你了。我不打你们，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今天真的不打我们吗？以前打你们的时候提前跟你们招呼过吗？没有。那不就得了？我要是真想打你们，我说什么都没用，不过我说了不打就是不打。怎么回事？以前妈妈会说我恶心，说我很脏，说我连自己都收拾不好，怎么现在一点儿也不嫌弃我的样子？妈妈，书里两小只长大后性格依旧天差地别，魏思敖是面容冷峻，内心狠戾，魏思祥则是笑面如花的杀人不眨眼。晚上10点，两个孩子困得不行了，还硬坐在床边看电视。两个宝贝，醒醒，起来擦擦脸，起来了就先去洗脸和脚，洗干净了上床睡觉。两小只看见热水都愣怔了一瞬，继而迅速跑到盆边洗脸洗脚。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生活去啊？小翔，你想说什么呀？什么呀？说吧。我想说外面好冷，那边屋子也好冷，会冻脚，而且哥哥的伤。之前原主是不让两小只睡这个房间的，这个房间只有一个床，原主自然不可能和两个孩子一起睡。两小只睡的地方在旁边的小房间，是之前的住户随便搭建起来的小屋子，床很小也很脏，没有炉子，冷得要命，以后都在这屋睡。你们两个先躺下，妈妈等会儿就回来。得到准
雪。玉思想把腿就窜到了床上，躲在被子里，生怕严雪反悔。快去陪弟弟上床睡觉。那你睡哪儿？这个小宝贝看起来很冷漠，实际上很关心我吗？我肯定陪你们两个一起啊，这张床足够大，放心吧。哦，那我去那边睡。啊，这小崽子冷酷的不像个6岁小孩。哥哥别走，哥哥陪我睡。严雪还没出声，床上的玉思想已经着急了，他着急忙慌的从床上跳下来叫哥哥。他从来没跟哥哥分开过，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没办法，谁让我要活命呢？行，那你们两个在这儿睡，半夜有什么记得叫我，知道吗？两个孩子钻在被窝里，眼里还是不可置信。今天不仅对他们是魔幻的一天，对我又何尝不魔幻呢？这条件是不是有些太艰苦了？这是什么乡村变形记吗？早知道昨天晚上我绝对不看着那本小说睡觉。严雪在这环境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反而越来越清醒。忽地想起来今天来回忙了一天，都忘记帮梁小芝上药了。这坏女人白天这么反常，果然晚上有动作。严雪刚把思敖的裤腿撩开，手突然被一只稚嫩软乎乎的小手抓住。别说话，我给你们上药。玉思敖一脸死都不信，把被子盖在身上抓得牢。所以你明天还想看见弟弟为你的伤口哭吗？那我明天只能告诉他是你自己不愿意好了。一句话没说完，玉思敖果然已经放开被子，并且主动撩起伤口。你少威胁弟弟，有什么冲我来。我果然没判断错，果然魏思敖的弱点就是弟弟魏思祥。坏女人，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坏女人，这小屁孩在心里这么称呼我。要是你以后都不打我们，我可以暂时考虑不叫你坏女人。以后如果你不骗爸爸的钱，我也不会故意绊倒你。原来白天梁小芝用凳子绊倒我，是以为我在电话里骗男主的钱了。跨专业考研我都能得第一，我就不相信这两个小屁孩我收拾不了。既然我穿过来了，我就绝对不会让这两个小屁孩再做什么大反派。我一定要让梁小芝的未来光明盛大。开门，小兔赶紧开门，别装死，赶紧把人交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砸门了。谁啊？一大早就扰人清梦，还喊着什么小偷的刺耳字眼，实在不讨喜。哥哥，我不想起床，起床了是不是就没有对我们好的妈妈了？梁小芝都觉得昨天那些经历也是梦，宁愿溺死在温柔的梦里，不愿睁眼。小想起来吧，无论什么事，哥哥都会保护你的。你他娘的臭不要脸的狐狸精，把你家小偷交出来！你他娘的快松开我！你他娘的，把嘴放干净点儿，这不是你家，你要是不懂道理，我可以慢慢教你。被松开的胖女人嘴里一直惨叫，边骂边喊着骨折了之类的。胖女人身后的几分人也都是女人和小孩，见严雪这样都不敢上前了，有些忌惮的站在门口不动。哼，小偷终于出来了，这么小年纪干什么不好？真是什么人养出什么人啊！就是看着人模狗样的，竟敢挟头鸡摸狗的事儿，上梁不正下梁歪。柳大姐，今天咱们必须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还我书，我不借给你们，你们竟然偷走我的书，你们是小偷！呜呜呜，那本书100多块钱呢。是啊，连小孩的东西都偷，真的是没皮没脸。我们没偷，书还给大胖了的。玉思敖紧紧抱着玉思祥在严雪身后，他上前一步想解释，又被严雪拦住，挡在身后。经过刚才有人叫了柳大姐，严雪终于知道这是书中哪一段了。这个柳大姐是个寡妇，她丈夫早年间在矿上出事，赔了些钱，也算是村子里有钱的人。况且这人身高体壮，尤其泼辣，平时大家都不敢轻易招惹她。而柳慧的一儿一女在村子里也是小霸王，总是带着其他孩子一起欺负他们看不顺眼的人。这梁小芝在来的第一天就被这俩孩子盯上了，于是把书借给魏思祥看。看完之后，魏思敖便一个人去找大胖还书。还书的时候是傍晚，没人看见，大胖便把书藏起来，说兄弟俩偷了他的书。柳慧见严雪站在原地发呆不说话，以为这人怂怕了，勾起点嘴角，冷哼一声：“跟你说话呢，你在干什么？你他娘的别装傻，赶紧让开，把两个小孩交出来！你们说我儿子偷了你们的书，有什么证据？呸！你还好意思要证据？我儿子大胖好心给你们家两个野种看书，谁能想？”因为我在家中睡懒觉，邻居大妈找上门，还骂我的两个崽崽是野种，这能忍？我反手一个巴掌。这一巴掌是让你长长记性，野种这两个字不是谁都能随便吐出来的。去给妈妈把厨房的那根木棒子拿过来。玉思敖没有犹豫，迅速跑到厨房，把棒子拿给了严雪。你疯了！你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们都看见了没？这人怎么还能在我们村里待着？他家孩子偷东西，他还敢打人啊！闭嘴，别喊了。书如果是我家孩子偷的，我肯定会教育他们，也会赔钱和书给大胖。哼，你说的容易，你教育，谁知道你怎么教育？再说了，你还打我就白打了吗？如果书是我家孩子偷的，我让你打回来；但如果书不是我家孩子偷的，你和你儿子要鞠躬向我两个孩子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离我家孩子远远的。哼，不是你家孩子偷的，难道书长脚了？严雪见状也不再多言，只是向梁小芝和大胖核对了书名以后，带着众人朝着门外走去。严雪，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带我来我家干什么？你发疯发到我家来了你？开门，书就在你家。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妈，不能让他们进我们家，凭什么进我们家？妈，不能让他们进来。幸好大胖把书藏在他自家院子里，不然这事儿可真是10张嘴也说不清。怎么，你这是心虚了？这么小的熊孩子心眼就那么坏，长大了还得了？就是看看咋了，我
万一真的要往人家了怎么办啊？人家才来没多久，也欺负不了你啊。行啊，看今天你要是找不到就等着吧你。我明明是自己把书藏起来的，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啊？怎么办啊？我可不想给魏思瑶和魏思祥道歉。这是什么？大胖见书已经被拿出来了，转头就跑，被堵在门口的人们拦住。没想到儿子这么蠢，藏书竟然藏到家里了。你个小兔崽子，你不是说你借给他们的书他们不还吗？怎么会在咱们家？柳慧丢了面子，立刻转移话题去抓自己儿子做事要打。当然，像他这种极度宠溺自己的儿子的人，肯定不可能真打。你不是说是我家孩子偷了你儿子的书吗？怎么现在又变成借书不还了？其实这件事本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是柳慧和他儿子想借这件事拉着大家给严雪一家找不痛快。现在发展成这样，大家也都不是傻子，一下就明白了这柳慧娘俩在盘算什么。柳大姐，你说你也真是的，怎么能一大早就去冤枉人家，还带着我们一起，这不是让我们丢人吗？我们可都是讲理的人。张小巧你，要不是你，我什么我怎么了？你自己的事儿别扯到我身上。什么叫我自己的事儿？要不是你喜欢那个斯文。柳慧一句话没说完，被张小巧扑上来堵着嘴，两人瞬间撕扯起来。想看热闹的众人一头雾水，没看懂这是怎么了？怎么这平时时常来往的两个人还打起来了？张小巧的丈夫一年到头也就回来2趟，孤独寂寞的张小巧对村里来的那个男老师一见钟情，背着别人偷偷给那男老师不知道送了多少次东西。但这人因为那个男老师而看不惯原主，总是明里暗里使绊子，还会伤害到梁小芝。等两人纠缠结束了，严雪才慢悠悠带着2个孩子上前道歉吧。对不起。道歉呢？鞠躬呢？保证呢？你别的理不饶人。我有理，为什么要饶人？倒是你在小孩子面前这么耍赖，也怪不得你家孩子能想到藏书这一招了。你说什么？最后柳慧还是受不了门口一众人的指指点点，按照约定好的拉着大胖道了歉。热闹看完，众人一离开，严雪正拉着梁小芝往家走，还没走几步，身后柳慧家院子里就传来哀嚎声。哎呦妈，别打了，我以后不敢了。你个小兔崽子，老娘整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就让我这么丢人啊？你还敢跑？你给我站住！你别打了，我就站住。哎呀，你别拿笤帚呀妈！你给我站住！我今天非得收拾你不可！我要看看你那个猪脑子能不能好使点儿。呜，妈你轻点，我可是你亲儿子啊。妈妈，你是怎么知道书被大胖藏在院子里了呀？我还以为今天和哥哥要死了，没想到今天严雪会护着我们，更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还找到了书。胡说什么？你们还这么小，还有大好未来，怎么会死？以后不准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知道了妈妈，那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妈妈，我相信你们呀，我知道你们不会偷东西的，况且妈妈有魔法呀。玉思瑶和玉思祥对视一眼，今天他们在看见院子里的人的时候，真的以为他们要被拖出去挨打了，没想到今天竟然被温暖的保护了。妈妈，哎。哥哥，我今天发现我身上和手上的伤口都被上过药了，是不是妈妈上的呀？是别聊衣服，现在还天冷呢。笨蛋，你又在笑什么？小翔才不是笨蛋，我笑，因为哥哥都不反对我叫妈妈了呀。以前每次一叫哥哥就会反驳我的。你喜欢就叫。哥哥，我身上真的臭了吗？隔壁花花说我臭。这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浴缸，更没有淋浴。严雪那个坏女人不仅不给我们烧水洗澡，还天天说我们臭。小翔不难过，明天哥哥想办法。真的呀，哥哥，太好了。梁小芝依偎在床上，玉思瑶皱着眉头久久不语。严雪抱着大桶进了屋里，她把盛满热水的大桶放在地上。梁小芝在看到她手里的桶的时候就眼巴巴盯着。还看什么呀？快过来洗澡。真的吗？妈妈，你要给我们洗澡呀？当然啦，水都放在这儿了，你们不洗难道我洗呀？哇，妈妈好像知道我们在想什么，难道妈妈真的有魔法吗？哥哥，你快来洗澡呀，水特别暖和。万一等会水太脏了又被嫌弃恶心怎么办？玉思瑶在弟弟的召唤下，小脑瓜似乎想通了，也进去洗澡了。水没一会儿就变得黢黑，三人都看见了。梁小芝脸红的不好意思说话，真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没结婚的我能这么早就过上养娃的生活，并且这俩娃还不需要我生，还乖巧，这大概就是互联网姐妹们羡慕的无痛养娃日常了。早上，严雪被她房间小门上的动静惊醒。经过昨天早晨被整尸的经历，她心里咯噔一下，想着不会是什么人翻进来寻仇吧。还好棍子打偏了。思瑶，一大早你在这儿干嘛呢？玉思瑶被发现之后涨红着脸，眼神乱瞟不说话，双手拿着什么东西背在身后看着他，看了2眼就想跑，被眼疾手快的严雪一把抓住。这2天我对这梁小芝够好的了吧？就算不叫妈妈，也不至于还那么讨厌我吧？这个小孩怎么还想害我？他不会背着的手里拿着根绳子，准备在睡梦中把我勒死吧？你拿了什么呀？拿出来。没什么。拿过来垂眸一看，他愣住了，这哪里是什么绳子之类害命的东西，分明是一个装满热水的塑料瓶子，里面的热水不算很烫，却很温暖，暖得了手也暖得了心。你用吧。他见水瓶已经被拿走了，就撒丫子转头跑回隔壁房间里。
哥哥，你是不是去给妈妈送热水了呀？是呀，是，感谢他昨天帮我们洗澡。我觉得妈妈现在好好呀，我以后都不怕妈妈了。哥哥，今晚就让妈妈和我们一起睡觉吧，这屋暖和。那今晚就邀请他一起睡好了。按照原书情节，魏恒应该还有3个月才回来，然后一回来就将他们接回了魏家。等到回到魏家1个月，原主做的那些事才败露。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找到一个能养活我自己的地方，并且好好做人。在魏恒回来之前，将2个孩子留下，自己跑路，让男主再也找不到我。妈妈，白菜心不能吃吗？啊！严雪猛地回神，左右一看，发现自己把要吃的白菜叶子都扔在地上了。这边还在院子里玩的玉思瑶身旁突然响起敲门声。是我。这个声音我认得，绝对不能给他开门。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妈妈不让我们给陌生人开门的。门外的年轻男人很容易就相信了，然后默默地走了。饭后，梁小芝闹着要和严雪一起出去玩，他一手牵一个，不过出门还没走几步，严雪。这就是村里来的那个男老师白孔叔，也就是和原主在村里苟合的那个男人。按照书中的情节，原主和这个男人目前应该只是暗生情愫，没什么实质性的发展。不过这个发展现在具体是到哪儿了，这个我就不确定了。白老师下午好啊。严雪打完招呼，带着梁小芝就要往前走。对他而言，在村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白孔叔不论人怎么样，都和他没关系。严雪长得真是人间绝色，我在城市的时候都很难见到这么好看的人，更别说来农村支教遇到的那些村姑了。不过前几天严雪对我还不是这个态度啊。严雪，你们今天出门是有什么急事吗？我可以帮到你吗？谢谢白老师，不过我们没什么事，不用帮忙了。你是还有事吗？算了，我没事。哦，那我们先走了。雪儿，你等等。他们又向前走了2步，身后的白孔叔再次叫住他，这次叫的称呼还是雪儿，每个字眼被白孔叔温柔缠绵缱绻的念着。严雪整个人尴尬难受的头皮发麻。这人孱弱像个病秧子站在我面前，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狠话了。再说书里也是原主一直缠着这个白老师，这人虽然勾3搭4，品德不好，但这也跟我没关系。白老师有什么事就一次说清楚。我是想问，我是哪里惹你生气了吗？为什么刚才中午在家却不愿意开门见我，或者说不开门不是你的意思吗？他看见严雪顿时愣住不动，就觉得自己赢了。接着他眸光暗淡看向严雪左边那个强装镇定却把嘴都咬紫了的小男孩，在心里冷笑。我一直知道这2个小孩不是严雪亲生的，也知道严雪每天都会打他们。往常我或许还会生出一丝怜悯的心态，但这个小孩今天竟然妨碍我的事，那我就只能看好戏了。玉思瑶含着恨意怒瞪白孔叔，他紧紧咬着嘴，他也知道今天自己肯定完蛋了。之前我就偷偷见过好几次严雪和这个男人在门外约会，爸爸给我们的钱也都被严雪给了这个男人。干什么呢？思瑶，嘴皮都快咬破了，快张嘴。玉思瑶愣住，眼前的女人正温柔地看向他，同样愣住的还有白孔叔。他皱着眉，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掐着掌心瞳孔震了几下，才堪堪冷静下来。原来是中午，我在厨房的时候，思瑶没让这人进门。别人来敲门的地方是我的家，同样也是你的家。你的家，你当然可以做决定。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当然可以决定不让他进门，并且不论你做什么决定，妈妈都站在你身后支持你。玉思瑶闪了闪眼睛，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他足足盯着严雪看了好几秒，才咽口水，结结巴巴地问：那是我的家，我可以做决定吗？当然了，因为妈妈相信思瑶是很乖的，你不会随便做出错误的决定。就比如今天的决定就很正确，不要随便给不熟的人开门。背后白孔叔的脸色一点一点变得难看，在听到严雪说他是不熟的人的时候，他的脸彻底绷不住了。白孔叔还想说什么，但严雪没给他机会，只是拉紧了梁小芝对白孔叔冷脸。白孔叔，我因为你的职业才叫你一声白老师，不过现在看来你并不值得，我劝你以后还是别来找我，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下次还能不能完好无损的回去。真没想到，作为一个神圣职业的人，竟然能把心思动到小孩子身上。妈，你既然不喜欢他，为什么之前要给他送钱送围巾？什么？原主的钱都送给那个白人渣了，连那条围巾也是原主送的，怪不得刚才那人渣总是若有若无地拨弄着围巾，还特么装作很孱弱的样子，原来是想让我睹物思人。越想越气，严雪让梁小芝在原地乖乖等他别动，他自己转身去追白孔叔。此时正失魂落魄的白孔叔身形摇摇晃晃地往自己家走着，忽然听到身后小跑的声音，他眼眸一亮，惊喜回头。拿来吧你！很快，现场只剩下白孔叔龇牙咧嘴的留在原地，嘴里支吾不清的说着什么要杀了严雪。另一边拿着钱和围巾走远的严雪边数着钱边嫌弃白孔叔戴过的围巾。要不是看着这个围巾料子好，洗洗还能给梁小芝用，我才不要这种人戴过的围巾。还有这钱，既然是原主给的，那也就是魏恒的钱，魏恒的钱我肯定要拿回来啊！幸好刚才小翔给我说了这事儿，不然我亏死了。等等，刚才提醒我的那个声音并不是小翔啊，是魏思瑶，他还叫我妈了。
妈妈，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希望妈妈能说出来。不过要是说不出来也没关系，妈妈已经对我们很好啦。明天是什么日子？这个我实在是记不住，书里也不会专门写日期。魏思瑶静静躺在弟弟身后，见妈妈想不起来，她张大嘴一字一句用口型提醒。严雪一秒接收口型，并且眉眼弯弯地重复：是小翔你的生日呀。书里二宝小翔生日那天，也就是小翔落下眩晕耳鸣病根的那天，在原书里，这个病不仅终生伴随着魏思翔，后来还多次给他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所以每次这个病发作的时候，魏思翔总是风轻云淡地笑着，避开所有人休息，实际上独自晦暗的恨不得将原主恶毒后妈的坟掘地3尺。原书里关于明天的描写现场很混乱，我只记得事情发生在隔壁大娘家，现场人多，并且导火索是一件小事。第二天从早晨起床开始，严雪每1分钟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恨不得3人都不出屋子。谁？学姐，是我，小翠。书里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小翠，你怎么了？你这是在哪儿摔了，还是被谁打了？学姐，严学姐，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家的人要把我卖了，他们要把我卖给村头那个王家，我不能去啊！我去了就没命了，学姐。咱们先进屋慢慢说。我怎么救得了你呀？你先把事情说清楚，能帮我会帮的。小翠缓了半天才把这事情原委慢慢说了出来。她说的怎么那么像农村文学里村霸一见钟情、强取豪夺的情节？那你为什么那么讨厌王家老二？思瑶，带弟弟去厨房炉子边玩一会儿取暖，别乱碰东西伤到手。可以一人吃1颗窗台上的糖，不能吃多熬，会牙疼的，知不知道？哇！好了，没人了，你说吧。王家他们不干净，他们杀过人，我亲眼看见他们把一个女人拖到山里埋了，那个女人就是本来王家老二要娶的老婆。严雪心一惊，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严学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刚开始我确实不反感王家老二，不过接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确实有问题，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在做什么生意。严雪姐姐，你就帮帮我吧，求求你了。我记得原书里有这么个人，也是因为这个小翠曾经帮过梁小芝，在梁小芝被赶出去挨饿的时候，给过他们馒头吃。这个情节目前看来还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我该怎么帮他呢？报警吗？这个地方报个警，估计都要隔2、3天才能赶来受理。况且我们现在也没证据，或者说带他离开吗？因我不忍小翠被混混抓去当媳妇，出门和混混大汉掰手腕，谁料混混们不叫武德对孩子们动手，我急忙护住孩子，随即又有人来，还浑身上下血满不好惹，这该不会是他们的救兵吧？小翠，你别躲着了，赶紧出来！我们大哥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把彩礼钱都收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赶紧出来，别逼我们进去抓你！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收他们家1分钱，他们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哎，小翠，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干嘛去？严学姐，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你还有孩子，我不能这么拖累你们。他们这么诋毁我，我大不了和他鱼死网破，也绝对不能牵连你们。你们在家别出来，他们看见我就不会再找别人。小翠，你冷静点，你还有大好人生。何况或许他们现在不是诋毁你，或许是你家亲戚已经收了他们的彩礼，他们才敢这样明目张胆的。现在我亲戚都私自收了人家的钱，我还有什么办法能逃离魔掌啊？严雪想了想对策，她让小翠和梁小芝先在房间里等着。严学姐，你不能出去，万一他们伤害你怎么办？要去也是我去。你放心吧，外面人多，他们不敢做什么。你把我的2个宝贝看好，千万别让他们出来，你能做好吧？小翠不想出来，彩礼也不是小翠收的，谁收的？你们跟谁要去？你算老几啊？你说了就算。你知不知道小翠她家收钱的时候就说好了要把小翠嫁给我们王二哥？再说她今天还划伤了我们的兄弟，这笔账我们可都得算清楚。这场景似曾相识，严雪这女人果然被鬼上身了，不仅打得过柳慧，竟然还打得过壮汉。妈妈，妈妈，你没事吧？妈妈。哦。妈妈，妈妈救我！呜呜，妈妈。难道这是命定的定数？不论我们今天出不出门，小翔都会遭受劫难吗？这一刻，他感到揪心的疼。小翔的哭喊声活生生在他心口挖了几道深重的痕。那个壮汉已经重重将小翔往墙上摔去。这些人不会是来帮这几个壮汉的吧？人是我打的，有什么事你们冲我？爸爸，爸爸，这是男主魏恒，不是说好的还有好几个月才回来吗？告诉爸爸，这是怎么回事？这恐怖程度可比王家老二的人可怕多了。我现在完全不指望梁小芝能向着我说话，现在翻墙跑路的话还来得及吗？爸爸，这些人要欺负妈妈，还要欺负弟弟，这些人都是坏人，快把他们打跑。对呀，爸爸，他们刚才把我举起来好高，好可怕，爸爸。
妈妈，你干什么呢？你过来呀！你难道不想爸爸吗？我总有种被看透的感觉，可明明梁小芝什么也没说，魏恒现在应该什么都不知道才对。嗨，老公。原来严雪一家真是流落在外的有钱人家。妈妈，你怎么一直都不说话呀？你看见爸爸不高兴吗？怎么会不开心呀？但是你不是晕车吗？现在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好吧，只能吃1颗哦。不干净的东西以后不要吃。这话不知道是说给谁听，至少魏恒对2个宝贝态度很好，不会用这么冷硬的声线。还在收糖罐的严雪尴尬2秒，最后还是装作什么都没听到的把彩色小糖罐收起来装好了。为什么魏恒对我敌意那么大？那种表面上的敷衍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原书里魏恒在知道原主的所作所为之前，对原主是很好的，就算没有爱情，至少感恩之情是在的。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还有就是为什么魏恒这么早就回来了？原书里不是写着好几个月之后，魏恒掌控了魏家之后才来接我们吗？这穿的要不是恶毒后妈该多好，要是能享受享受该多好，我心里好苦。小翠发什么呆呢？快过来呀！小翠如果在家可能会被王家老二的人逼死，山高路远的我也给不了什么帮助，索性直接把人带过来。严学姐，我什么都能做，不怕吃苦的。哎呀，别这样啦，放松点，又不是叫你做什么苦力。其实我现在也不确定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先进去吧。先生好，太太好，大少爷好，二少爷好。以前的魏恒在家里被称作3少爷，不能住主宅，现在却被称作先生，还堂而皇之的进了魏家的最中央的大别墅，这就说明魏恒确实比书里早了几个月成为了魏家新的掌权人。妈妈，我们以后要住在这吗？对呀，这里本来就是你们的家，爸爸的家就是你们的家。那妈妈呢？这里也是妈妈的家吗？家嘛，这肯定不是我的家，只要不变成我的目的，我都要磕3个响头，感谢老天爷了。杨嫂，把2个孩子领到房间去洗漱休息。是，先生。我不要你抱，我只要爸爸妈妈抱。二少爷还是快过来吧，先生太太都很累了。平时小翔都很懂事的，也不存在认生的情况。村子里的大婶们都喜欢思瑶和小翔的。再说连农村那样恶劣的环境，小翔都没找过麻烦，又怎么会回到家突然任性？我不要你抱。杨嫂见小翔还是不肯过来，于是上前准备把孩子拽过去。哎呦，这家里还没人敢这样踢过我，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严雪全程看着小翔，丝毫没注意到杨嫂的表情变化，她以为玉衡的冷眸不悦是对小翔不满，就赶紧把小翔抱过来，佯装着教训。小翔，不可以踢别人的，那样是没礼貌，知不知道？那个孩子们要睡在哪儿？我带他们去吧。还有麻烦给小翠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严雪绷直嘴角，忐忑的等着。半晌，玉衡没什么情感的嗯了声。杨嫂去领罚，这个月薪水全扣，或者立刻收拾东西离开魏家。先生，我也没犯错呀，我年龄大了，这老身子骨经受不住啊，先生。玉衡垂眸不说话，身后已经来了2个保镖，开始拖人了。先生，我真的不行，先生你饶了我吧，先生。先生不行啊，我可是老爷和老夫人派过来帮你的，你不能这样对我呀，老爷救命啊，老爷。经此一役，佣人们也明白魏家真的变天了。严雪在楼下维护小翔眼里的真切，刚才哄2宝睡觉眼里也都是宠爱，这一切都不像是装的。可上一世发生过的事不会骗人，毕竟上一世我不就是被这个女人的善于伪装骗了吗？夫人，您的房间在这边。好，你们2个知道小翠被安排在哪儿了吗？不知道，夫人。好的，魏家的佣人管理这么严格吗？事不关己不能说。3人一直走到2楼走廊尽头，严雪回头一看，距离2宝的房间大概也就隔了10几间房那么远吧。这是谁安排的？先生，夫人有什么需要请教我们？楼梯口的距离和我这么远，我要是真的有什么急事需要叫人，估计人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挂了。这个魏恒，我到底哪里招惹到他了？今天一天2宝都在我身边，也没机会去告状啊！我要制定一些狗命计划，我怎么能这么颓废？于是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严雪一边梳理原书剧情，一边给自己定下几条计划。跑路之前绝对不能和魏恒对着干，尽量依着他，要对2宝更好，尽量时时刻刻陪着他们，延长2宝告状的时间。我还要找机会和小翠说清楚，逃跑也要带上小翠，2个人也好有个照应。要是能找到逃跑的机会就跑，找不到就创造机会。之前在农村的时候，小翔晚上基本都会做噩梦，要我抱着哄哄才行。现在我不在2宝身边，也不知道2个孩子有没有睡好。他跑到梁小芝的房间，出乎意料的，严雪看到梁小芝睡得很安稳，只是没安全感的紧紧抓着背。魏恒危险地看着严雪，眼中是遮掩不住的暴虐，只因他是重生归来，半个月前惨遭车祸，谁都没想到，在床上躺了3天3夜的魏恒竟然醒了，还回到了3年前。这次我一定要保护2个宝贝不受伤害，谁都别想伤害他们。还有严雪，也休想再伤害到孩子。刚才进去干什么了？我进去看看孩子睡得好不好，怕他们今天第1天不习惯。没什么事，我就回房间了。别急，这么久没见过夫人了，有些关于孩子的事我们聊聊。聊个屁啊！我又不是原主，我有什么好聊的？好的，老公，我们这边聊。
上一世这女人在回到这边以后，就极尽所能的希望能和我住同一间房，甚至不惜一切在我咖啡中下药。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人却要在客厅聊天。魏恒为什么不用拐杖？而且为什么他的腿脚看起来很正常，一点异常都没有？怎么？没怎么。对我不用拐杖的事很惊讶吗？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这情节怎么和书里差那么多？我敢肯定，我记得原书情节，书里从来就没提到过魏恒的腿没问题这件事，反而对魏恒的腿是怎么出车祸的而残疾讲得很清楚。不过男主说讲过，那肯定是讲过了，讲过的就是我在农村待时间长了忘了。那就好。今天有点晚了，要不我们明天再聊吧，今天实在有点累了。去查件事。翌日清晨，严雪被闹钟惊醒的时候才8点，真怀念在村子里的时候，至少那慧儿可以和二宝睡到自然醒。妈妈，你起来了，快来喝牛奶。妈妈挨着我坐。爸爸要去公司了，你们2个在家听话。爸爸再见。老公再见。妈妈，今天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呀？不行吗？妈妈，我们都很久没出去玩了。小翔撒娇我能理解，思瑶什么时候也走这个画风了？而且平时过分懂事的思瑶撒娇起来更可爱，这让我怎么承受得住啊？好呀，刚才答应的太快，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什么身份。我可以随便带二宝出门吗？魏恒会不会怀疑我要拐带孩子什么的？还是打电话问问吧。严雪掏出手机翻找出玉恒的电话号码，手指在手机上停顿2秒后，她疼得站起身，将手机放回兜里。既然2个孩子要出门，也没人敢拦我，那我为何不趁这个机会跑路啊？还打什么电话给魏恒？那不是傻子才干得出来的吗？我可真聪明。妈妈，快来呀！宝贝们真是又可爱又帅气，妈妈也是最漂亮的。有妈妈真好，以前爷爷奶奶他们都说我们要有教养，要矜持，爸爸也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小男子汉了，和小女生不一样，不能总是亲亲抱抱。可是妈妈就不一样，妈妈现在总是亲亲抱抱我们，还夸我们可爱。夫人这是要出门吗？我这就安排司机给您备车。昨天好像没见过这个佣人，不过现在事态紧急，今天只要迈出这个门，这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对，备车吧。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好像一直忽略了什么。我忘记了小翠啊，万一晚上魏恒发现我跑了，再查出我为什么跑，岂不是会把小翠吊起来当筛子打？小翠在哪儿？夫人，小翠是谁？就是昨天晚上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就是眼睛大大的很瘦，扎着个麻花辫的那个。不知道。这里的佣人都是没得感情的工作机器吗？昨天那个杨嫂呢？夫人，杨嫂家里有事暂时离开了，暂时不确定以后是否会来工作。严雪不信邪，带着2个孩子在偌大的院子里找了一大圈，来来往往修剪花园的佣人很多，但没有一个是小翠。今天的逃跑计划可以说是还没开始就夭折了。说。2边都盯紧。魏总，你要休息会吗？不用，今天早点过来的。哎，你说新来的总裁会是什么样啊？听说是个瘸子，还是魏家的私生子。魏氏这么大的家族公司，为啥把传给他呀？在公司你还敢说这么多？你是不是疯了？不想干了是不是？哎呀，那有什么的？又没人听见。本来就是的。魏阳总经理多好啊，凭什么这个新总裁一来就把魏阳总监弄走了啊？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行了行了，知道你喜欢魏阳总经理了。不过现在他只是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了哟。你要是喜欢就跟着去嘛。那怎么行？分公司和总部的工资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你们慢点别急呀，现在还早，人不多的。妈妈去帮你们买点吃的，你们先去保镖叔叔那边坐着等好吗？不要，我要跟妈妈一起。我也要跟妈妈一起。梁小芝哪里是想在这儿等着，分明是4个保镖，光是在那站着都够吓人了。妈妈，走吗？我们都没看过海啊！你们为啥没来过海边啊？以前爷爷奶奶不让呀。妈妈，你忘了啊？对呀，我忘了。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因为爷爷奶奶不喜欢我们呀。像这种豪门世家不看重孙女，我倒是听说过，还有不看重孙子的，难道是因为魏恒是私生子，所以他的孩子也不受重视？原书里也没写到这么一茬啊。女人意外穿越到自己刚读过的一本小说里，是2个未来大佬的恶毒后妈，更有着男主老公。本来可以靠着大佬孩子吃香喝辣，可谁让原主从小就对他们非打即骂，没有一天好脸色。她这个恶毒后妈，理所当然成为了长大后他们的报复对象，被关起来折磨的伤痕累累，最后更是被扔到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腐烂死去。怎么会不喜欢呀？你们这么可爱，大家肯定都喜欢你们的。爷爷奶奶只是希望你们成才，所以严格一些吧。可是哥哥姐姐们都来过呀。但是我相信妈妈肯定是妈妈说的那样的，而且我们有爸爸妈妈就很好啦。或许今天没走是对的，或许我还能陪他们一小段时间。好啦，妈妈会守护你们的，我们一起去玩吧。3人从大早上出来玩到晚上，拍了无数照片，此时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妈妈，我现在就想吃饭。那我们就去附近的餐厅吃饭。玉思瑶抬头的时候，就见妈妈对着手机摆弄，好像有些沮丧的样子。她瞪大眼睛对着手机张望了一会，最后又盯了妈妈一会，抿紧双唇，什么也没说。走吧，我们先去车上，5公里开车很快的。
到了车边，严雪先依次将两个孩子抱到车上坐着。上车后，小翔不知看见了什么，哇了一声，这触感怎么不太对劲？车子的皮座怎么摸着软软的？座位怎么感觉不平？是我饿昏头出现了幻觉吗？摸够了吗？老公，你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带他们出去吃饭呢。你来了，那我们就回家吧。爸爸，我们好饿。爸爸，我们要在外面吃饭。好。魏恒，我凭什么要对你的孩子好？那又不是我的孩子。你是有钱，可你再有钱又能怎么样？你不过是个私生子。有人真心对待你吗？有人真心喜欢你，而不是你的身份吗？连你爸都不喜欢你，你连大台面都上不了，你在要求什么？上一世严雪濒死前的话又在耳畔浮现。玉衡慢慢闭眼。上一世严雪虽装的温柔贤淑，可从未对我有过深切的害怕之意。这人为名为利，什么都能做得出来。魏总，您今天有空来了，不过您之前的包厢今天恐怕坐不下。您看您坐在2楼大堂行吗？那边也还算安静。行啊，就坐那吧。安排吧。哇，你看这两个孩子好好看啊！这是什么神仙颜值？真的啊，眼睛好大，隔着2米我都看到浓密的睫毛了。这长大的多帅啊！所以为什么我已经20了？呜呜，没事，我才19，我还能等10几年。明天开始我就要去幼儿园蹲点了。你滚！人家现在也放寒假，你个变态！宝贝，要不要吃这个葱油饼呀？姐姐没动过，很好吃的哟。严雪刚转身就见二宝已经凑到别人桌子边了，她眼疾手快地抓住小翔，对着2个活力四射的女大学生抱歉，真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没有，没影响到我们。2个孩子很可爱，是我们看见孩子饿了，想给他们吃点东西。是啊，这家店很好吃，这盘我们没动，姐姐你给孩子吃吧。那就谢谢你们了，2片就好，这会我能忍住，2个孩子也肯定忍不住了。谢谢2个大姐姐。你们是不是没定位子啊？要不跟我们坐一起吧？爸爸还在那边等着我们和妈妈呢。啊，姐姐，这是你的孩子啊？是啊，姐姐，我们以为这是你弟弟，你也太年轻了吧？我还想跟你要微信号，介绍给我哥呢。一块葱油饼要把妈妈换走，那我现在吐出来饼还来得及吗？不行的，我们不同意，爸爸也不同意的。不行的，不行的，妈妈只能是我们的。玉思瑶一直到玉衡面前还是有危机感，她环着严雪的脖子看了看爸爸，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油然而生。现在妈妈这么好，万一真的被别人抢走怎么办？哥哥，我想坐爸爸妈妈中间，我不想坐这里。不，你想？我真的不想。接着玉思瑶也不知悄声在弟弟耳边说了些什么，反正最后小翔苦着一张小脸，恋恋不舍地看向爸爸妈妈。没错，我想。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互相夹菜啊？我看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互相夹菜的啊。这样可以了吗？你们可以好好吃饭了吗？不行，妈妈，你也要给爸爸夹菜的呀。二宝今天肯定是皮痒了，这要是我的亲生孩子，我非得教育他们一顿，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这样行了吧？妈妈，你喂爸爸吃吗？夫人怎么了？眼睛里进东西了吗？这人明显是故意的，进个鬼，进你个头！是啊，进东西了，好难受。你先吃吧，你自己多吃点吧。是吗？我帮你看看。严雪定睛看了半天，才看到玉衡眼里的那丝戏弄，这货果然不是真心的。江之行，你在干嘛？不知道帮我把椅子拖出来。你点，不准点我不爱吃的，点错了你知道该怎么办呢？妈妈，那个大哥哥是他的佣人吗？两小只正处于好奇的年龄，小翔问严雪的声音不小，那2人明显听见了。严雪刚才转过来的脸立刻尴尬的彻底，听见小翔的话，赶紧示意小翔快别说了，别磨叽了，快点菜啊，我要饿死了。你认识啊？圣男里的姐姐就是原书里温柔娴熟、人美心善的女主，但按照书里的进度，魏恒应该是在半年后才认识盛家人才对，现在竟然这么提前了啊！没事没事，我随便问问，我哪敢有事啊？我能保命就不错了，就是可惜书里的二宝在原主恶毒后妈死之后就已经黑化了，所以二宝和真正的女主盛心曼接触的并不多，也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二宝能不能继续好好的过下去，不要黑化。谢谢啊。我必须做点什么了，不然好不容易拥有的妈妈可能真的要被别人一块葱油饼换走了。完了完了，魏恒不会因为无意中扶了我一下就不高兴了吧？妈妈，放心吧，我会帮你的。啊？难道是思瑶理解了我，以后不再像吃饭的时候那样逼着我和魏恒贴在一起了？你明白就好。只因魏恒的妈妈被小三还被渣男妻子上门欺辱，害得家破人亡，就留下刚出生的魏恒独活人间。小小年纪不光要顶着私生子的名头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还要忍受魏家人的欺辱，就连长大后也没人看得起他，所以他不愿意2个仔仔受他那样的苦，把2个仔仔宠上天。我记得上一世严雪和二宝从农村回来的时候，严雪肥胖不堪，而二宝面黄肌瘦。可是刚才我能感受到那纤细到一折就断的腰，包括二宝脸上有肉肥嘟嘟的，这一点也和当初完全不同。在吗？我竟然还以为这人真和上一世有所不同了，没想到还是半夜过来爬床。夫人怎么了？能进去再说吗？当然可以。
脱裤子吧？脱裤子啊，不是。严雪自知这个说法有些离谱，于是直接上手准备将魏恒的裤腿挽起来。玉恒蓦地脸色黑沉，我左腿今天本来就隐隐作痛，这人现在竟直击我痛处。刚才我在二宝那问了几句话，果然魏恒的腿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异样，相反的，他和书上写的一样，3年前左腿被撞过，只是书上大概在1年后，魏恒才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一个名医，慢慢丢掉了拐杖。即使魏恒完全丢掉拐杖，也需要好好保养腿部，这大概也是魏恒很少抱二宝的原因。最近潮湿又天寒地冻，对有腿部旧疾的人伤害最大，我能想出来的补救方法也就是这个了。希望我的殷勤能让魏恒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一马。他坐在床边的身形微微下陷，闭眼的瞬间眉头紧皱，仿佛想起了什么挥之不去的噩梦。这腿确实无用。最后他轻笑着这么说，不知是说给严雪听还是说给自己。妈妈抱抱。于思祥一晚上加一个上午没见到妈妈，进门就要抱抱。妈妈的床好香呀，我想和妈妈一起睡觉觉。羞羞，这么大了还说叠词。不羞的，跟妈妈说不羞的，但是不可以和别人说。真的呀？我们小翔这么甜的小嘴，是谁教你的呀？是之前在幼儿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说的。以前我和哥哥没有妈妈，但是别的小朋友有的。我怎么能忘了二宝从生下来就没有妈妈了呢？竟然还顺口问出这种话。但是我们现在有妈妈，而且是对我们很好的妈妈。话是对着小翔说的，可更像是为了安慰严雪。严雪看着思瑶愣怔一瞬，不得不说，刚开始我在面对二宝的时候，更多是为了活命而对他们好。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现在是真正希望二宝能过好，能一辈子平安顺遂。好了，你们在这儿等妈妈，我洗漱一下，咱们下楼吃饭好不好？哇，妈妈好漂亮呀！真的假的呀？不会是故意逗我开心吧？妈妈真的很漂亮，是我们见过最漂亮的人了。就是的，比之前我们见过的大明星还漂亮。太太，请问现在可以开饭了吗？小翠，你在这儿啊？前2天我怎么没见到你呢？前2天在别的地方培训学规矩，本来要学1周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提前出来了。在别的地方学规矩？是啊，严学姐，在这里当佣人都要先学规矩的。我记得昨天我找小翠的时候，有看见后院的新佣人在培训，但那群人里问遍了也没有小翠啊。你一个人学的吗？不是的，严学姐，有好几个人的，他们也不会为了我专门叫嘛。这话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你这2天怎么样？很好啊，严学姐，这边吃的住的可比在村里的时候好多了。但是我是从村里来的，有很多东西特别高科技，我都没见过，所以学的也慢。我一直特别想找机会谢谢你，不过现在我也不知道能给你什么。以后您需要我做什么随时叫，我保证24小时随叫随到。对了，还有那天……他话音未落，后面的年长女佣就从身后过来了。小翠，让你开饭，你在这干什么？夫人和少爷没吃早餐，现在已经饿很久了。是，我现在就去。还有培训教的规矩都忘了吗？见到夫人要叫夫人。没事的，是我让他这么叫的。是夫人。妈妈，我们今天去公司看看爸爸吧。啊，思瑶又在搞什么危险发言？昨天才用热敷抵消了一点怒气，今天再去公司，岂不是会把魏恒给烦死？我还没活够呢。那个思瑶啊，昨天咱们去游乐园实在是太累了，妈妈的老腰疼啊，今天在家休息，咱们下次再去，行不行呀？那我们就下次再去吧。好，下次去。下午严雪闲着没事带着二宝去楼下转悠，奈何魏家实在太大，3人在转到一片种满风信子的地方就彻底迷路了。思瑶啊，你们在这儿住了这么久，确定不认识路吗？妈妈，你失忆了吗？我们之前不住这里的，我们以前和爸爸住在不远处的别墅里，那里也很好的。啊，对，幸好这话是对孩子说的，以后一定要慎言。妈妈的意思是，咱们最近不是来了几天吗？也挺久的。你们在妈妈心里是最优秀的孩子。妈妈年龄大了，记不住事情，但是你们那么棒，你们应该记得路的吗？但是妈妈，我们也才来了3天，而且今天是第1次来这片花园玩。好吗？我的宝贝就是不一样，这么小就这么聪明，好像忽悠不了呢。妈妈，这是什么花呀？这是风信子，是一种多年生草本球根类的植物，是不是很漂亮？什么是多年生草本球根类植物？就是可以活好几次的植物。谁让你们在这碰我的花？爷爷您好，我们没碰花，只是看看。我们来这边散步，迷路了，请问您知道从哪里能出去吗？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从哪出去？你们赶紧走，不走我可打你们了。这老爷爷怎么这么凶？老爷爷，您既然能出现在这儿，肯定是认识路的，您就……他话音未落就被老爷子猛地推倒了。老爷爷推完他还一步3倒后的咳了几声，嘴里说着什么都是你们干的。这老爷爷看着风烛残年、弱不禁风的样子，竟然戾气这么重，看着往后退的样子，不会是要碰瓷吧？我可没钱啊！妈妈，你没事吧？你这个
坏爷爷，不说就不说，你干嘛推我妈妈？呜呜。没事没事，老爷爷，这片风信子长歪是有原因的。您告诉我路的话，我就告诉您怎么种花，怎么样？哼，我老爷子还不需要你们这种人帮我，别在这儿假好心。我们是哪种人？这老爷爷是老年痴呆了吧？况且这人可以骂我，但是不能骂二宝。严雪脾气也上来了，她带着二宝朝着左边的小路转身就走。等等，那边有蛇，不想活了就尽管去吧。有蛇就有蛇，我就不信还能是多大的蛇了。5秒后，严雪牵着梁小智一脸讨好的站在老爷爷身边，然而老爷爷根本没拿正眼看他，只告诉他朝着中间那条路直走，再左拐，其他路不要多看。谢谢您的花。不用多说，赶紧走。三人一路前行，走到大道的时候，玉衡正好从大门处走进来。爸爸，我们刚才遇到一个老爷爷，不讲理，还推了妈妈呢。先回屋去，以后不要去大道以外的地方，那不是魏家。所以魏家也就肉眼看见的这么大，也就一个公园，也就是我勤勤恳恳工作个100万年，再加上不吃不喝就能买得起而已。不过我怎么觉得刚才那个老爷爷和魏恒有哪里神似？我肯定是看错了。魏恒的爷爷书里提到过，早就去世了。晚餐很丰盛，不过严雪吃的并不算快乐，因为思瑶不知道为什么又故技重施，让她和玉衡坐在一起，还直言希望他们恩爱一点。老公多吃点，我好想把思瑶晃醒，告诉她不要沉浸在爸爸妈妈很恩爱的梦里啊。喂，我不是女主，以后会有新妈妈的，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在这儿做恩爱的实践吧。不喜欢吗？喜欢，呵呵，喜欢你个大头鬼，怎么会不喜欢呀？很喜欢，就是觉得这种色香味俱全又营养均衡的菜还是比较适合小孩子，还是多给二宝吧。2个半小时后，魏恒坐在书房中的沙发上，书房里灯光很暗，几乎只能看见2个人的轮廓。他漆黑如墨的眸子难辨情绪，静静盯着面前的人。魏总，是我的问题，没盯好2位少爷。还有呢？还有，不该让那人跑出来，明天会在那边加装防护栏。明天换人盯着，你去。魏总，进来。爸爸，我想和你谈一谈。思瑶想谈什么？爸爸，你别笑，你严肃点。爸爸竟然还笑得出来，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接触这么少，甚至他们都不睡在一起？好，现在严肃了，说吧。那个，妈妈的手机都坏了。就是想说这个。不是的，还有什么？还有，为什么你们明明是夫妻，但是不睡在一起呀？再这样，昨天那个大姐姐都要把妈妈拐走了，她说要把妈妈介绍给她哥哥的。思瑶，在村子里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你有什么想和爸爸说的吗？严学姐，有啥事咱们可以在楼下说呀，我的活没干完的，你已经给了我这份工作，我不能再做不好的。你先做呀，有什么脏不脏的？严学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是不是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哎呀，不是，你先坐好了，我有事跟你说。现在事情已经十分严峻了，我刚才准备去找二宝的时候，看见思瑶出门，竟然发现思瑶是去找魏恒了，估计等会他们出来，我就要惨死了。最迟不过明天早晨，时间紧迫，我就言简意赅的说了，小翠，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待下去了，现在就得走，你跟不跟我走？严学姐，你说要去哪就去哪，是你救了我，要是没有你，我现在还在村里被那几个恶霸缠着呢。2人一拍即合，简单商议了一下，就各自收拾东西，准备20分钟后在院子里汇合。按照原书上写的，由于当时魏思瑶已经黑化，希望原主死得痛苦些，所以魏恒在知道原主虐待二宝之后，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让每天战战兢兢的原主放松警惕，继而1个月内每天给原主服用慢性毒药，等到原主毒发且全身基本瘫痪了以后，又用直升机把人送回了村子。原主基本是全身腐烂而亡，死了很久才被发现，发现的时候全身已经爬满了虫子。夫人，您这是要出去吗？需要给您备车吗？不用，我出去随便转转。好的，那您慢走。这么容易就出来了，不用跟我老公和我儿子说，今天他们需要早点休息。是的，夫人，夫人慢走。这下严雪放心了，她光明正大的背着包拉开大门。妈妈，你去干什么呀？完了，这回真要客死他乡了。只因大宝深夜找老父亲谈话，严雪生怕原主做的事暴露被牵连，连夜跑路，谁知刚出大门就被身后的大宝喊住。妈妈，这么晚你去干什么啊？我想跟你一起吃夜宵，都没找到你。这么晚了怎么出门也不叫人陪你？你一个人不安全的，还是说雪儿叫了，只是叫的不是我们父子。他声音低沉失落，说完还自嘲的笑了笑，狭长深邃的眼眸里挂了一丝失望和愧败，好像是感情当中的弱者，像是被抛弃的那个。啊，雪儿，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这特么是什么新招式？是温水煮青蛙型？还有他说的人不会是小翠吧？
妈妈，你不能这样，我刚才已经和爸爸谈好了，爸爸虽然有错，但你们是夫妻，夫妻就应该好好沟通的，你不能总是冷落爸爸。所以到底是谁教你这么说的？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妈妈，你怎么了？你说话呀，你还没说你出去干什么呢？我就是猜到我们思瑶会饿，准备出去给你买点烧烤吃。烧烤你没吃过吧？可好吃了。我吃过啊，妈妈，以前爸爸会给我们买的呀。这个走向不对啊，说好的豪门家的孩子不吃垃圾食品呢？我放假的时候看了那么多霸道总裁小说，也没见过老父亲主动给孩子买垃圾食品的啊。而且爸爸也吃呀，以前我们住那边的时候，爸爸还会给我们做露天烧烤。就离谱，说好的小说男主霸道总裁都口味清淡且有胃病的呢？交谈间，魏恒已走到他身边，眼看魏恒看着他的背包似笑非笑，他站姿乖巧的默默把包背紧了些。是吗？那挺好的，妈妈还担心爸爸不让你吃，准备偷偷去买呢。看来也是没必要了哈，那我们就上楼吧。多提到了干嘛不吃？严雪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愣神半晌，心猛地跳了2下。很快，家大业大的魏家在10分钟之后就在花园亭子里安排出了一顿豪华自助烧烤啊！这原来他们口中的烧烤说的不是一样的烧烤。妈妈，你吃呀，很好吃的。妈妈，你吃我的，是我先放的，但是我的手不够长。好了好了，妈妈都吃光，谢谢宝贝们。小翔不准跟哥哥争，知不知道？哥哥是最爱你的。知道啦，妈妈，我以后不会这样了。哥哥对不起，以后小翔不会这样。乖啦乖啦，两个宝贝都是乖宝贝。几天后的下午，严雪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自从那天在家吃了烧烤之后，第2天我就连人带衣服被搬到了二宝旁边的房间。不仅如此，连小翠的工作都从1楼清扫脏物变成了随身跟着我。我背着包逃跑的事情也没人提起，大家好像真的觉得那天我是要出门买东西一样。可那天魏恒眼里的神情我看得一清二楚，他们那天及时下楼阻拦我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包括之前不论我去做什么，总觉得有人跟着我。这几天也没有了。这些过于明显的变化，他也问了思瑶。本身是想旁敲侧击的问问思瑶那天和玉衡聊了些什么，但聪明过人的思瑶片刻就理解了他的意思。妈妈，我都和爸爸说过了，他该改的都会改的，但是你们之间的问题还是要你们2个去解决，你们也不能总是指望我呀。哎，这个家没我得散。我的儿啊，你可能是完全理解错了，我现在越来越不舍得二宝了，是那种就算离开也想带走的程度。夫人，您家亲戚来了。亲戚？是我姑姑他们吗？这个我也不知道，需要您自己看看。我记得在书里原主结婚1年，原主的姑姑他们也没来过，这次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事。表妹，好久不见，好想你啊！既然这个是表姐周嘉琳，那么后面的2人就分别是姑姑严秀荣和表哥周轩了。二宝叫姑姥姥和舅舅姨妈好。姑姥姥好，舅舅姨妈好。周嘉琳和周轩都被这偌大的房子迷住了，大摇大摆进门，只有严秀荣拘谨地站在原地，好像是不知道自己穿的鞋子能不能进门。嘉琳，雪啊！哎呀，你进来就行了呀，来亲戚家你还这样，真是上不了台面。就是的嘛，你能不能别老这么丢人？我虽然不是原主，但书里写过，这个姑姑是唯一对原主好的人。那么多年，原主年幼失去父母，是姑姑不顾他们全家人反对，强行将原主收养。周家只是普通家庭，养3个差不多大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那会原主没钱上学，原主姑父又不肯掏钱，也是姑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又多打了1份工，才将让原主上了学。可惜瞎了眼的原主竟然并未对姑姑好，原主自己倒是跳出来了，让姑姑在水深火热里煎熬。这么好的人，怎么能被寒了心？表哥表姐，你们自己不懂道理，怎么姑姑教你们，你们还听不懂吗？这是刚进社会几年就把母语都给忘了，是需要回炉重造吗？你周嘉琳气愤起身，又想到什么似的忍着气笑了笑。表妹的意思是回来换鞋，还有你表哥，这哪是让我们换鞋啊，这分明就是打我们的脸，嫌弃我们不是有钱人。雪儿，姑姑以为你。对了，之前姑姑听说你和二宝去了农村，你受苦了，雪儿。对了，雪儿，之前你去了农村，姑姑本想去看你，但是姑姑找不到位置，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这些东西是之前想带给你的，现在还好着呢。你看能吃的能用的你就用，要是都不喜欢，你就看看。哎呦喂，我说嘛，你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了是不？是不是看不见妹妹现在住的地方有多好？那院子比我们那条街还大，怎么会看上你这点东西？不好意思啊，表姐，最近手有点痒，好像突然得了什么神力，总想用。原来这个表妹以前在家都是装的手无缚鸡之力，连瓶盖都拧不开。这个袋子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我是亲眼看着我妈背袋子背的有多累，现在严雪竟然这么轻易就用2根指头拎起来了，还差点打到我。这么一拳下来，我貌美如花的脸要肿几天才能好啊？宝贝们，姑姥姥给你们带好吃的啦，快来！谢谢姑姥姥。哎乖，2个孩子长得真好看啊。
听说有钱人家的孩子都养得娇贵，万一我手上有什么细菌传染给孩子，那可就不好了。旁边的严雪留意一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宝贝们，吃东西前要先做什么？吃东西前要先洗手，玩玩具之后也要洗手。对了，那你们带着姑姥姥一起去洗手，然后才能一起吃零食，对不对？严秀荣活了这么大年纪，她怎么会不懂侄女是给她面子？可笑的是，她在家也勤勤恳恳为丈夫和儿女做了那么多，谁又给过她一个好脸色呢？表妹啊，那东西可重了，我路上可背了不少，时间挺累的。之前我就说让妈都给你做点儿，你要是还想吃，随时说啊，我再来给你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人刚才还对那袋东西百般嫌弃。况且姑姑因为背袋子手上的勒痕和右肩都被压弯了，她作为亲儿子，20好几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不帮自己妈妈也就算了，还出言嘲讽，现在竟然还好意思舔着脸说这些，是吗？表哥，你长得人高马大，果然没白吃那么多，果然很能干啊。那可不是嘛，咱们一块长大的，你还不知道？表哥从小就是踏实能干。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啊？哦，是吗？那表哥现在有工作吗？这么能干，应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吧？这时姑姑和二宝也正好从洗手间出来，严秀荣听见侄女这么问，立刻红着脸站在原地，有些无地自容。表妹啊，你可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我之前那个公司，我明明都快做到经理了，可惜上面的领导是脑瘫，我一生气就把工作辞了。你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估计表妹你随便抬抬手，我就能去分公司做个总经理什么的，对吧？啊，你说什么？总经理？这人可真敢说啊！我自己硕士名校毕业，能吃苦耐劳过来，都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这个表哥怎么敢的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书里写过这个表哥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整天打游戏，还和一帮小混混玩，跟老师吵架，不仅花高价复读了1年，最后还上了个野鸡大学。退一万步讲，就算学历不是唯一标准，那么毕业后的周轩也不肯脚踏实地干活，不是嫌弃这个太累，就是嫌弃那个钱太少，天天不是跳槽就是在家啃老，就这样还自命不凡。严雪冷静了一下，她还没来及说话，那兄妹俩就又开口了。表妹，你这么惊讶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是不帮表哥吧？我们可是一家人。就是的，不管怎么说，你之前在我们家住了10多年，我们家可是把你当亲孩子养的，我们也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的。是啊，表妹，你说你之前在我们家过了那么多年，就算学费不算也挺多钱，你也知道现在钱好难挣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钱什么的哥哥姐姐当然不会跟你算，但是现在我们家这个情况，你总要帮帮忙的吧？主要是这事儿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你也就张张嘴的事吗？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配合极好，期间严雪一直看着他们说，一言不发，最后还是姑姑严秀荣忍不住了，她脸都羞红了。都别说了，我说了不让你们来，不让你们来，你们非要来，我哥哥嫂嫂走得早，我养自己侄女是应该的，你们怎么能来跟妹妹算这些？妈，你怎么回事？有你这样当妈的吗？要不是你没用我，也不至于现在还没有个稳定的工作，你现在竟然还胳膊肘向外拐，我看你什么时候等着抱孙子。哎呀，表哥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刚还说我们是一家人吗？这怎么姑姑又变成胳膊肘朝外拐了？我都分不清了，我到底是家里人呢还是外人啊？我们肯定是一家人啊，表妹，我这不是刚才正在气头上吗？姑姑，你这次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我今天本是要自己过来的，但这2个孩子知道了以后就非要跟我一起，说什么不带他们就不让我出门，还说过来是为了帮我一起撑场面，怕我找不到路过来受欺负什么的，没想到一进来就变成了这样，这哪里是怕我受欺负啊，这雪儿啊，姑姑今天过来确实有事想跟你说，你还记得婉云吗？婉云这个名字有点熟，好像书里有提到这么个人，不过估计是一笔带过，我印象也不深刻啊。记得啊，姑姑怎么了？你记得就好，我就跟她说你不会忘记她的，上学的时候你们是多好的朋友啊，她为了帮你还钱还卖了她外婆留给她的首饰，你说现在你们怎么？我想起来了，这个婉云就是何婉云，是原主唯一的闺蜜，和原主一起从高中到大学整整7年，何婉云一心向着原主，可惜原主内心就是爱攀附权贵的人，根本不把何婉云放在心上，甚至在嫁进魏家之后就再也不和婉云他们交往，这个原主真该死啊！姑姑，我们没事的，以前是我任性，你说婉云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吗？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她这2年还经常来看我呢，倒是没什么大事，就是婉云要结婚了，她说你拉黑了她的电话，她换电话给你打你也不接，发短信你也不回，这才前2天又去找我了。原来之前那个电话和短信是婉云发来的，我竟然还一通脑补，以为是原主哪个前男友。雪儿啊，你要是实在不想去也就算了，不论如何，姑姑希望你能开心就好，你嫁到这么有钱的人家，也不知道你这些日子到底过得好不好，你看你又瘦了。姑姑，我都胖了，你看我过得能不好吗？你呀，现在调皮多了，过得好就行，姑姑就放心了。姑姑你放心吧，婉云的婚礼我肯定会去的，今天我就联系她。两人聊了会，严雪反倒心宽，觉得在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孤单了。反观旁边的周轩和周嘉玲着急替心痒，他们想插嘴又插不上，等自己妈拒绝了严雪的邀请，留在家里吃饭，他们才赶紧笑嘻嘻的阻拦。
啊，你咋那么见外啊？我们这么长时间也没来过，在妹妹家能吃顿饭怎么了？你这样可就不好了。就是啊嘛，表妹都留咱们了就吃呗。再说我工作呢，是不还没解决呢吗？这么好的姑姑怎么生出这样的兄妹俩？既然穿到了原主身上，我就有责任去报答姑姑。但这个报答不能是直接给钱，否则肯定会被那对见钱眼开的兄妹俩骗走。更不能给周轩找工作，否则挣钱不多的姑姑在家的地位会更低。思索良久，严雪想到了一个既能让姑姑不受气，又能帮助他们的办法。不过我身上没钱，这几天魏恒给我的卡我也不会随便动。晚上还要跟魏恒商量一下才行。我说了，我不在这吃就不在这吃，你们想留下你们自己留下，别拽我。周轩和周嘉林再傻也看得出来，这个情况下明显严雪只会向着他姑姑，最终两人还是起身跟着严秀荣走了。来日方长，我们肯定不能舍弃掉这么个有钱的亲戚，这可是严雪欠我们家的。这个表妹也太狼心狗肺了，下次再来一定让她把所有钱都还给我们。嘉林，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们两个今天是故意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的对吧？我怎么会相信你们的话？这些年都是我不好，把你们教成这样。妈，你真的疯了？你见严雪一次就疯了是不是？你是我们妈，不是严雪的妈。况且要不是那天你不让我去帮忙，又怎么会是严雪遇到魏恒？本来嫁进豪门的应该是我的。你说什么？你原来自己女儿在心里有这种念头，难怪已经20好几了，从来不肯脚踏实地的好好工作，整天买一些很贵的东西。哈，不然呢？谁不想嫁进豪门？不过妈，你大可放心，我可不会和严雪抢老公。魏恒不就是个私生子，况且还是个瘸子，在魏家也不过就是个不受待见的根本没权利。我才看不上，我怎么也得和豪门当家做主的人在一起。嘉林，你在想什么？你以为豪门那么好吗？你没看见你表妹之前被送到农村受苦吗？哼，那是她命不好，嫁给了一个没用的人。要是我哈，只会越来越好。行了，你赶紧闭嘴吧，别说了，妈都生气了。现在这个妈可重要了，我可不想下次妈跟严雪告状，这样我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哥，你说什么呢？你可是我亲哥，这么虚情假意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关你啥事？严秀荣女士，我家夫人让我送您回家。周嘉林站的脚早就痛了，看面露欣喜就要往车上钻，只是刚上前一步就被司机拦住了。夫人说了，只送她姑姑严秀荣女士。凭什么啊？我是她女儿，我也要上去。严秀荣今天是真的心凉，她摇摇头上了车，想着给这两孩子一个教训也好，于是客气的和司机点点头招呼道：“我们走吧。”还站着干嘛？走啊！走什么走？没用的东西，谁要跟你一起走？你爱走不走，老子还不伺候了，摆什么臭架子？嫁不出去怪谁啊？你说什么？你个要死的周旋！你说谁嫁不出去？如果不是严雪，我又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凭什么严雪从小就分走我家的钱，还要抢走我的荣光？我一定要比严雪过得更好，把她狠狠踩在脚底下。小姐，需要帮忙吗？谢谢你，我的荣幸。两人一同上车后，另一辆纯黑色轿车擦肩而过。魏总，刚才半山腰接人的那个男人好像是您哥哥魏谦，是吗？也可能是我看错了，魏总抱歉。不要紧，开车吧。临近晚餐时间，严雪有些没精打采的缩在沙发一角。婉云的电话打过了，没打通，发了短信，也不知道婉云看到了没，反正是一直没回复我。那个该死的原主早就把姑姑的电话给拉黑了，怪不得刚才姑姑一直说打不通我的电话，真是狼心狗肺，让人无语极了。妈妈，你怎么了？怎么叹气呀？你放心吧，我们长大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肯定不会像舅舅姨妈那样对姑姥姥的，我们肯定会对你好的。是呀，妈妈，我们会对妈妈好的，妈妈不要伤心叹气。我哪等得到二宝长大啊？我又不是女主，估计等二宝长大之后，连我是谁都不认得了。到时候我也就只能在远处偷偷看看他们吧。三人在沙发一角缩着，严雪一手抱一个笑作一团，场景何其甜美温馨。玉衡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自从他们从农村回来之后，这个家确实不一样了，不再是满目疮痍。爸爸，你回来了，今天家里来了姑姥姥和舅舅他们，可精彩了，妈妈还教训他们了呢。对呀，妈妈又漂亮又聪明。那么精彩，那你们两个小机灵鬼今天开心吗？开心。老公，你回来啦，你上班一天辛苦了，请吃饭。老公上班辛苦，多吃点。玉衡闻言神色变了一瞬，脸色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直直盯着他，直到严雪心里发毛，他才收回目光，安静吃饭。接下来玉衡没再说话，肯定是刚才我说的话太腻歪，让魏恒感到心里不适了。我保证我下次不再得意忘形去献殷勤了，还不行吗？饭桌上一家四人吃得各怀心思，爸爸怎么都不多说点话调节气氛？妈妈怎么现在一直坐在爸爸旁边？我都不能和妈妈贴贴了。晚上，严雪又拎着热水桶和毛巾静悄悄出现在魏恒的房间门口。这次她敲门之后，门很快就开了。之前的严雪表面上过于柔弱温柔，整个人一心更多的扑在物质上面，对其我漠不关心。现在这人似乎很爱表达，话有点多，同时也嫉恶如仇，善恶分明。二宝犯错的时候他会教育，乖的时候他会表扬，不过分在意物质方面的东西，整个人突然有血有肉起来。会不会是今天殷勤多了，魏恒彻底烦了？但是没办法啊，我实在做不到若无其事的花魏恒给我的钱。要是用热敷的次数来抵，恐怕我做上下300辈子的热敷也挣不来那些钱。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说吧。其实也没啥特别大的事，就是我可能需要用一下你那天给我的卡里的钱。
就是我想给我姑姑开个店，她喜欢弄吃的，毕竟以前养了我10几年，但是我只是先借用，等我有机会赚钱了再慢慢还你。任何世道借钱本来都不容易，何况我下午在手机上查过了，要在还不错的地段买个能看过眼的铺子，给姑姑至少要100多万。给你了就是你的，不够了再向我要。不，用不了那么多。玉衡没再反驳，他只当严雪是在客套，该花的还是会花。热敷快结束的时候，严雪用手拿着适当活动了一下玉衡的腿。你的腿最近还疼得厉害吗？要不要我下次给你弄个艾灸什么的烧一烧，那个还挺有用的，可以帮助膝关节的血液快速流通。严雪知道玉衡治好了之后就不肯人碰，也算是他心里的一个结。不过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他还是礼貌问了问：“你还会艾灸？”“会呀，以前经常。”严雪突然停顿，看了玉衡一眼，玉衡也看向他，轻挑眉头：“以前是妈妈经常给别人弄艾灸，赚点小钱贴补家用，长时间耳濡目染。我很小的时候就会了，后来奶奶总是腰腿疼的时候，我也会给奶奶弄。这个温馨的环境害得我差点脱口而出。以前经常看同学的妈妈弄，他妈妈开的小中医馆，会帮病人艾灸正骨什么的。好，那下次就换成艾灸吧。”“哎，这人怎么不避着我？不是应该说不需要我多是什么的吗？不过用总比不用好。我现在也不知道魏恒在公司和魏家是个什么处境，至少腿完全治好了以后，总对二宝总归是更好的。魏恒应该不会觉得我在故意勾引他吧？那什么，你这个衣服质量还挺差的。”“是挺差的啊，没事，要不等回头我出门的时候帮你看看，给你买个质量好的。”魏恒动了动嘴，本想提醒他可以在他房间浴室里整理一下，不过转眸又见严雪一副不想沾边的样子往门边退，他也无所谓，索性没再开口，看着严雪出了门。至少现在的严雪并不引人反感。第二天，严雪起了个大早，她叫上小翠准备去看看昨晚看好的铺面。两人刚走到客厅，身后的二宝就追上来了。才6点多，你们怎么就起来了？妈妈，今天爸爸说要带我们去商场买东西的。妈妈，你去干什么？妈妈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你们2个听爸爸的话知道吗？不要乱跑。严学姐，你还会开车呀？你真是啥都会，太厉害了。其实我会熟练开车，也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被当作苦力，经常为了自己的实验数据到处借仪器，有时候还要帮导师去干些活。云高天轻，出行顺利，两人一路驰骋到市区中介处才怪。车子打着双闪被停在路边之后，严雪一脸复杂的陷入沉默。严学姐，是没油了吗？不是，所以这辆车被放在角落的原因不是便宜，而是发动机出问题了。今天拒绝了司机，本来是不想因为姑姑的事情多麻烦魏家的人力，现在倒好，更浪费时间。严雪在给魏家的司机打过电话之后，和小翠两人在路边等着。一辆白色越野车缓缓停至他们身边。需要帮忙吗？时间已经过去2个半小时了，再晚点就错过了和中介约的时间。请问您去哪儿？我们要去清风路，您顺路吗？我去清大街，我妹妹会经过那边，你们上来吧。谢谢江先生送我们过来了。对了，刚才忘记介绍了，我叫严雪，这是小翠。再见。哥，你怎么来晚了一会呀？路上没什么事吧？你昨晚才在医院值班，以后早晨就不要来接我了吗？你太累了，哥每天都沉迷工作，也不知道，赶紧给我找个嫂子。不过他整天在医院泡着，能找到嫂子才怪了，总不能让嫂子自己送上门吧？好了，圆圆上车吧，没什么事，刚才在路上遇到有人车坏了，顺路载了他们一程。真的？男的女的？女的。啊，真的啊，真的啊，好看吗？年轻吗？结婚了吗？有小孩了吗？说了很多次，看人不能只看这些。哎呀，哥你说嘛，我还不是担心你的终身大事嘛。那个叫严雪的女孩长得很漂亮，素颜也看得出来气色很好，看她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刚大学毕业不久吧，很好看，很年轻，应该没有结婚。好看年轻，哥很少夸别人的，总是说什么做人要关注内在美，我就说嘛，没有外在美怎么去关注内在美啊？太好了，哥你不知道，上次我和舍友去饭店吃饭，遇到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姐姐，而且我本来想跟她一起吃饭，然后帮你留下联系方式的，结果你知道吗？她竟然结婚了，而且还有2个儿子，那2个孩子也特别可爱，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是那个姐姐生的，她看起来才20岁出头。他思维跳脱，想起上次在餐厅偶遇的事，便滔滔不绝地和哥哥分享，而江明一直认真听着妹妹的话，偶尔回应2句。而这边的严雪和小翠已经选好了位置，她交了定金，准备到时候带着姑姑到这边签合同买铺面。一切办完，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多，两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走，我们去吃火锅。严学姐，我今天也不是休息日，我这样出来还在外面吃饭，会不会不太好？不会拖累你吧？哎呀，那有什么？这不是陪我办事了吗？再说你最近总是陪二宝玩，晚上还经常守着他们，这已经很辛苦了。小翠还在原地踌躇，严雪拉上她就往前走。火锅店在街道转角处，两人还没走到，就听到前方传来的嘈杂声。我所在的现实世界有很多店铺要排队很久，不会书里的世界也是吧？才4点人就这么多了。严学姐，前面好像是在吵架啊？真的啊？
应该是的，和村里吵架声音差不多。两人凑到店门口，果然火锅店门口是有人在吵架，而且周围人都在看热闹，没人上前劝架。你个婊子，你也配？老子看你一个人带个娃可怜，才跟你过日子，你他娘的一点脸也不要啊你！求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没有。男人骂到没词就上前对母子俩拳打脚踢，甚至顺手抄起边上的长板凳砸下去。严雪环顾四周，大家不止没人制止，甚至开始起哄了。呸，活该！你是什么人？严雪不想和这人说话，直俯身把和二宝年龄相仿的小男孩拉起来，又准备拉起女人的时候，身后的男人突然发难。我觉得任何一个世界都不该是冷漠的，可偏偏书里的世界就是这么一次次让人心寒。你他妈又是哪来的？一个两个的多管闲事，挺多人护着这个贱人啊！男人粗重的叫嚣声再次冲破这个人形圈。严雪转头看去，长凳下落的方向在女人右侧，完全没伤到上的女人，而身旁一个男生正攥紧那个男人的手腕。真巧啊，这男生不是上次一直和盛家小少爷盛南理在一起的那男生吗？叫什么来着？严学姐，你没事吧？赶紧过来点。我没事，小翠，你往后退点。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啊！你们一个个为啥要这样啊？为啥呀？到底是为啥呀？周围人一个个开始眼神闪躲，凑热闹的圈子也逐渐散开来。看起来有人开始觉得这是有点太过了，有的则是觉得浪费时间白看了一场闹剧。当然，人群中也有人发声，表示不知道事情的全貌就这样怂恿未免太过了。男人脸色发青，他自知今天占不到便宜，就骂骂咧咧的把女人带走了。有几个拍了事件全过程的年轻人，出于分享的心理，在各个网络平台上点击发送，一时间在网上迅速引起热议。人群彻底散去后，火锅店老板赶紧出来叫住严雪他们。哎，同学别走啊，你们太厉害了，刚才真是谢谢你们帮忙，我请你们吃火锅，行不？哎呀，进来吧，我的店虽然不大，但是味道蛮好的，你们别怕，我已经报过警了，估计警察很快就来了。行啊，不了，我还以为这3人都是附近清大的学生，并且是认识的，不过现在看来好像不认识。哎呀，进来吃吧，这正好快到饭点，这女同学都答应了，你就当给个面子，要是有同学也可以一起叫来，大家一起热闹些。吃完给钱就是了，不管他进不进去，我们都是要去吃的。于是几分钟后，因为老板和男生的理解，3人一起坐到饭桌上，男生和他们礼貌笑了一下，表示打招呼之后，就开始双手拨弄手机。严雪对面前的男生其实挺好奇的，或者说他更好奇盛家的事。面前这个男生身上的气质也绝对不是一般人，怎么会那么听盛南里的话？重点是之前正好被我撞到的那几次盛南里都是在刻意难为他，两人是仇人，而且他能进清大，说明成绩也很好，怎么看也不像沉迷手机到连吃饭都要打游戏的那种大学生。严学姐，你点吧，我不常吃这边的火锅，不太会点。他把菜单递给严学姐，见严学姐正看着对面的男生发愣，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在村里的时候，我也听说了严学姐和白老师之间的事，不知道真假。虽然我相信严学姐，但是现在毕竟是在先生家，二宝也每天在家，应该不能再出现那种事的传闻了吧？夫人，您快点菜吧，先生和二宝还在家等着您呢。啊，小翠这是想帮我维护家庭和谐吗？很快门口处传来一阵极快的脚步声，严雪侧头，只见盛南里跑了进来。江之行，你没事吧？刚才我接到老三的电话，说江之行在外面打架，问清位置之后赶紧跑了过来。这人竟然在这和别人吃饭，干什么？觉得我鞋好看啊？这可是上个月姐姐刚从国外帮我调回来的限量版，可惜你笑什么笑你？这是潮流，你懂不懂？懂了，这是潮流。你今天为什么不过来给我送晚饭，而且竟然还需要我出来找你？你没说需要，我不说你就不来。我今天在宿舍都没吃饭，你竟然还自己跑出来，你懂不懂什么叫听我的？就是每天24小时1440分钟都要听我的，你懂不懂？盛南里咬牙脸气得通红，见江之行还是只顾着游戏的样子，他就更生气。我跟你说话呢，你他妈怎么回事啊？戴大能挣多少钱啊？我不是帮你付过那些钱了吗？是付了，但是不够用。这样的答案行了。什么破手机啊，这么点高度睡一下就坏了，而且这手机都用多久了？我买一个赔你不就得了？江之行和严雪他们说了声先走了，没再理会盛南里。看江之行的手臂青筋暴起，再不走可能今天这个火锅店又要不太平一次了。饭都不吃就走，我还乐着呢。盛南里眼睛就没离开过门口，在确定江之行真的走了以后，他又叭叭了2句，赶紧也起身离开了。竟然还真有这么傲娇的人，那个江之行以后可能就有点发愁了。两人看起来关系不一般啊，光记得吃瓜了，忘了旁敲侧击的问问盛南里的姐姐什么时候回国了。喂，接通后，电话对面是思瑶的声音，她急急忙忙的在说什么视频，思想也在旁边喊妈妈，有些嘈杂严雪没听太清，只听到他们最后让她把现在的定位发过去，几人要来接她，大概20分钟后到。她想着反正早晨开出来的车也坏了，也就应下了。小翠，我们去对面买点东西吧。闺女，你们是附近的大学生吧？奶奶啊，多给你们装点。小翠如果被亲生父母好好养着，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应该是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不是的，奶奶，我们已经毕业了。好啊，毕业了好啊。小翠，你想不想上学？
啊，严学姐，我没想过这事，能不用在村里被人卖掉就很好了。现在跟着你很幸福，我也不想离开你。没事的，你思考一下，要是想上学的话，可以自学复习1年多，参加高考试试，我也可以教你。哪个山里贫困出生的人没想过读书改变命运呢？可惜真实的生活比电视剧里荒唐多了，我连那个上学的命都没有，能遇到严学姐真是我的福气。如果哪一天真的有什么事，我把命赔给严学姐也是应该的。呦，看看这是谁啊？这不是严雪吗？哪个严雪？校花严雪吗？哎，还真是啊！大冷天的，怎么跟学生似的在这等公交车啊？不是说嫁给有钱人了吗？这怎么连个车都没有啊？这些都是谁啊？听起来应该是原主以前的同学，至于是哪个时期的同学就不知道了。让开！哎，别走啊！这么冷的天，公交车不知道要等多久。大家都是老同学，我也不忍心看你这么可怜。这样，你道个歉，再说2句好听的，我就说说你怎么样？道歉？就是的，当年沈寻向你表白，你说话那么难听，现在道个歉不过分吧？书上说，原主一心设计着要嫁到豪门，在遇到魏恒之前一直没谈过恋爱，并且在所有人面前装得乖巧温顺。为了嫁到豪门，她每天吃得少，控制身材，甚至每天起得很早学习外语，一直到机缘巧合真的进了魏家，才堪堪放松了些。可惜啊，怎么就心思那么恶毒呢？不过话回来，原主在大学的时候，既然装得温柔，就不可能对男人说出那么难听的话啊。所以我当时说你什么了？我看严雪刚才不说话的样子，还以为她在措辞怎么道歉，结果这个人竟然根本不记得了。你说沈寻哥哥没钱，还说他上学的时候就不要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这就是难听的话吗？这不是用事实说话教导他吗？我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况且现在沈寻哥哥有钱了，你再看看你，一脸穷酸相，这么冷的天连个车都没有，估计都没人要吧。所以我有没有车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是开个破车没地方找存在感了吗？不会是你现在还喜欢我，觉得自己有钱了就可以来追我了吧？嘲讽意味明显，沈寻的你字憋在嗓子眼里还没机会说出来。严雪又啧啧2声，不过可惜了，我已经结婚了，你肯定是没机会了。况且这车也不是什么好车，你还是看看你旁边这个智力低下的人吧，他没坐过好车，最好别让他跑出去祸害别人。大学时候那么温柔委婉的严雪呢？怎么现在说话这么不留情啊？现在占下风的是严雪呀，等公交车的人凭什么在这说这么多？你觉得多说几句就能掩饰现在的状况了？怎么嫁人了你老公也连个车都没有，说我这不是好车，你呢？我真的不想打他们的脸，毕竟得饶人处且饶人吗？这声叹息却被沈寻等人曲解了，他们以为这是戳到了严雪痛处，正要进行第2轮嘲笑的时候，夫人，先生已经来接您了。夫人请上车。魏恒本没打算下车，他坐在左侧阴影里朝外面瞥了一眼，看见小翠正朝着他疯狂做口型，好像是在拜托他下车。严雪本已经打算到此为止直接上车了，却突然看见玉恒从车上下来，直直走向他。送上门的打脸机会我还是收了比较好。老公，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接我呀？冷死了。此话一出，不仅沈寻几人惊呆了，魏恒也愣了一下。确实凉，怪我。这次就算了，下次不准这样的。好，这些事这些都是以前认识的人，不重要。好了，我们走吧。这句话解释的足够清楚，意思就是这些人连认识魏恒的资格都没有。谁让他们欺负严学姐的？刚才我气得憋了半天，这口总算吐出来了。妈妈，你今天去见义勇为还不带我们？什么见义勇为？二宝吐吐舌头表示领会。他们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上赫然是严雪今天在火锅店门口的壮举。你怎么会和江之行在一起？你怎么认识江之行？上次我们在饭店的遇到的时候，你不是问过吗？你那天说认识是指江之行，不是盛家的小少爷。上一世死前，我和盛家既是对手也是朋友，而这一世我们还不曾有交集。严雪是怎么知道那是盛家小少爷的？又是如何先入为主的认为我认识的是盛家的小少爷？看来带孩子出去玩是不容易啊，连魏恒都累得反应迟钝了。不过既然魏恒不认识盛家的人，那看来我还可以多陪二宝一段时间。于是他又自顾自地解释起了今天事情的经过和来龙去脉，并表示了他为什么会和江之行一起出现。他拿起一旁的炒栗子，剥了几颗头喂给二宝，二宝尝了尝，瞬间双眼放光。妈妈，这个好好吃啊，我都没吃过。是啊，妈妈，这个是什么糯糯的好甜？你今天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呀？我们去商场后面跟着保镖可没意思了，下次妈妈可不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呀？好啊，不过也要看时间才行。今天魏恒要带二宝出门，我事先是不知道的。我是觉得两人一起出现很尴尬，毕竟出门总不能装一天恩爱吧。更何况魏恒肯定也不想和我一起出现，不然也不会昨天就定好的事情却没告诉我。下次一起。哦，好的，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爸爸，你快尝尝这个，这个可好吃了。不行，我们的都是妈妈喂的，爸爸也要妈妈喂才行。我的宝，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这么公平。思瑶这个孩子好是好，就是有时候有些聪明执着过头了，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后面又不知道有什么长篇大论等着我们。
妈妈要像为我们一样为爸爸才行哦。哎，好的哦，我和魏恒也没有感情线，这时不时来几下不得让魏恒反感啊，反感了不就很快就把我给扔出去了吗？老公，来吃药了。话一出口好像不太对，一众人齐齐沉默睁眼的看着他。难道这个书里的世界也有古代也有武大郎？好吃吗？不好吃吗？好吃吗？严雪大脑宕机，她也是机械的嚼了几下，也没尝出什么味道，就下意识点了点头。你快吃吧。晚上严雪洗漱之后，躺在床上继续给何婉云打电话。我就纳闷了，2个手机我来回打，打了2、3天都没人接，发出去的短信也都石沉大海。姑姑上次说了何婉云的婚期就在最近，不过具体几号也不知道，这万一错过了多尴尬。我没有继承原主的记忆，现在可谓是寸步难行。翌日，严雪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看昨天的视频。奇怪的是，搜索了半天也没搜索到相关视频，连昨天点过的那条也被显示已被删除。这样也好，事情不发酵了，生活就归于平常，那女人应该也不会再被影响。妈妈今天好漂亮呀，可惜今天我们不能出去玩了。为什么今天不能出去玩呀？因为爸爸说还有1个月不到就开学了，上学期我们上到一半就被扔到村子里了，现在要把之前落下的学业补上。这段时间我光顾着其他事，都忘记二宝都是5、6岁的孩子了，也该学习了。那所以之前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让魏恒的后妈他们一家把这么小的孩子也扔到村子里去？要不是魏恒在背后盘踞的其他势力起作用，这2小只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妈妈，你怎么啦？我们下楼吧。严雪蓦地回神，又想起另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原书里，他们从农村回到魏家的时候，魏恒就基本掌控了魏家，但那时候魏恒的父亲和后妈也都还在这边住啊。书里还写到了魏恒是怎么一个一个把他们分裂出去的。那现在呢？时间已经过了快2周了，我竟然还没见过魏恒的父亲和后妈，这怎么桩桩件件都和书上出入那么大？我这是穿了本盗版书吧？你力气一直这么大吗？其实我力气还挺大的，也是去农村的那段时间才发现，而且中医都说人懒没力气是气血虚，我大概是在村子里把气血养好了。也是你朋友的妈妈说的。什么朋友的妈妈？哪个朋友？对，是她说的。走了走了，我们去吃饭了。小霞，等会吴老师过来，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了吗？吴老师是谁？妈妈，吴老师是教我画画的老师呀，你忘记啦？刚在心里想好的谨言慎行，竟然这么快就被破功了。这么久没见了，吴老师来的次数少，忘记也正常。昨天妈妈多不在，今天妈妈会陪我上课吧？昨晚我刚给姑姑打电话，说好今天去找她，一起去看看婉云在哪儿。一连好几天婉云的电话打不通，我和姑姑都挺担心的。今天要去哪？严雪如实回答之后，又看看小翔失落的脸。妈妈，今天回来的时候再给你带别的好吃的，行不行呀？那好吧。妈妈，哥哥昨天教过我的，妈妈有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虽然很想一直黏在妈妈身边，但是不可以那样做，要给妈妈留足够的空间。哥哥教我的我都有记得。有了昨天的教训，他今天专门开了一辆魏家常用的小轿车出来，用之前还特意询问了魏恒的意见。2个半小时后，严雪按照导航到了姑姑家。喂，姑姑，我到了，你快下来吧。不上楼的原因有2，其一是他根本不知道姑姑家具体在哪一单元哪一户，连这个大体的位置也是上次送姑姑回来的司机说的。其2自然是不想看见周家的其他人，不论是欺软怕硬还愚蠢的姑父，还是那对虚伪势利的表哥表姐，却没想到姑姑下来的时候身边走着个男人。你瞧瞧，你瞧瞧，这不是我那命好的侄女吗？来都来了，咋能不上楼坐坐？不了，谢谢姑父。哎呦，你看看，我就说小雪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你咋还不让我下来看看侄女了？他一口一个侄女，一口一个小雪叫的热络，和原书中描写上学的时候周志良对原主的态度判若两人。姑姑，我们走吧，时间来不及了。周志良眼看今天没办法套近乎了，顿时改了口。哎，好，让你姑姑陪你去，你都不知道你姑姑天天念叨着你，对你比亲生孩子还亲呢。你们以后可得经常来往。再说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小雪你可不能忘。看来那天儿子回来说的确实没错，严雪对他姑姑的态度很好，不管为了什么，我以后可得对这个老婆好点了。只要有严雪在，以后又何愁过不上好日子了？还有我的那些欠债也就不愁了。雪儿，你这开的地方是不是不太对呀？听到姑姑的疑问，严雪头都没转一下。她本就不知道何婉云家在哪，来的时候她看见有些地方在修管道，在心里早就想好措辞了。是啊，姑姑，这边是不是修路了？我怎么有点不记得要往哪边开了？严秀荣看了看泰然自若的严雪，心里的怀疑瞬间烟消云散。这边是老城区，整洁现在不比当年。再说雪儿高中毕业就不住这里了，不记得也是正常的。在姑姑的指路之下，两人很快就到了何婉云家附近。你们好啊，打扰了。这个店以前不是何婉云他们家开的吗？我还以为这就是何婉
云的爸妈。幸好姑姑先开口了，不然路我能忘，人总不能也不认识了吧？他们家已经搬走了。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啊？夫妻俩四目相对，像模像样的思考，严雪瞬间意会，他深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帮你，有时候一点小恩惠就能让两方都愉悦。于是他拿了几个袋子，捡了几样店里最贵的水果递给老板。老板，称一下这些。我想起来了呀，我们之前虽然不熟，但也算是认识。他们夫妻俩好像是回老家照顾老人去了，年龄大了也干不动了。这水果店你别看小，每天都要一箱一箱的搬货啊。现在这边好多人都搬走了，又挣不到好多钱。你们是找他们什么事啊？那夫妻俩看着挺好的，应该没什么欠债吧？哦，没有的，阿姨，我是何婉云的同学，最近联系不上他，阿星看看他在哪儿。这个我还真知道，他要结婚了吗？他倒是没回老家。那天我们交接店铺的时候，还是他过来的，挺漂亮，一个小姑娘。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在哪儿吗？最后严雪和姑姑是带着一堆水果走的，热情的老板给他们提供了好几条信息，大多都是何婉云来交接的时候和他闲聊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倒是也没什么大用，毕竟没有具体的住址，他们也不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女老板说的那条街上挨家挨户问吧。雪儿啊，你现在和你先生魏恒感情怎么样？为什么姑姑突然会问这个？挺好的啊，井水不犯河水的那种好。严秀荣点点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怎么了姑姑？有啥你就说嘛。雪儿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如果雪儿他们夫妻感情不好，我可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雪儿过得更好一些。不过夫妻是相互的，来往多了感情总不会太差。姑姑是想说，你找不到婉云，为什么不找魏恒帮忙？他应该能帮得上你吧？不过我向来不喜欢求人帮忙，就算被人帮了忙，也要礼尚往来，所以根本没想到这个方式。但是既然我现在是魏恒的正牌妻子，还给魏恒的腿做过热敷，让他帮这个忙不算太过分吧？大不了艾灸的日期提前就好了吗？魏总，我们是直接去会场吗？去查一个叫何婉云的人现在的住址，毕业院校是成大，年龄24岁。魏总自从前一阵子回来了以后就雷厉风行的，手段使得商场上不少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人都惧怕，我更是在心底佩服。不过之前都是查一些重要的家族人士，现在查一个年轻女人干什么？好的，魏总。姑姑，我昨天让你带的身份证你带了吧？我带了呀。雪儿，你让我带身份证干什么呀？哎呀，你等会就知道了。真没想到第二天顾客就自己上门承担了，毕竟昨天我还被店长骂没经验，收的定金太少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您呀？雪儿，我们这是来干什么？你要买什么吗？您就是严小姐的姑姑吧？您可是有一位好侄女，昨天她来看了一个铺面，已经交了定金要买给您呢，这不今天就带您来了。现在这年头给父母买的都少，更别提给姑姑买的了。中介羡慕得很，一直在嘴里念叨着。严秀荣只听到了严雪要给他在这边买铺面这句话，他惊得赶紧惊悚的往后退。千万不行，雪儿，这铺面可是大事，不是一个苹果梨啥的，姑姑不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姑姑，你别退了，咱们先进去说行不行？严秀荣眼含泪花看了严雪良久，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严秀荣还是拗不过严雪，跟着他进了店里。姑姑，你别哭了，你再这样我也要哭了。不哭，雪儿也不能哭。雪儿，你这样魏恒知道吗？这可千万不能影响到你们的感情。知道的，姑姑，我们商量好了，你放心吧。但是这个铺面还是放在你名下最好，姑姑在这儿开店挣点钱就行，就当帮你们管着店。哎呦，姑姑，你也看见了，魏家家大业大的，不差这点钱。但是雪儿，严雪愁的头都大了，她能理解姑姑是为她着想，于是她直接拿着姑姑的手签了名，又强硬的抓着姑姑的手在合同上按了手印。雪儿，你现在力气真的挺大的。姑姑，我想买些可以艾灸的工具，你知道在哪儿买吗？严秀荣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自然知道些知名的老中医。他指路带着严雪到了10几公里开外的一处中医馆。严雪进门，百无聊赖的到处看着，突然眼睛一亮，他没想到会在这遇到昨天才见过的好心人。又碰面了。是啊，真的挺巧的，昨天真的太谢谢你了。你怎么会在这啊？这是朋友家的店，今天过来帮他看着近期的药材情况。怪不得这人看着也就30左右，身上却有种格外成熟的韵味，原来是个中医，那不就方便了。我在这个店里多消费一些，既可以还了昨天的情，又能照顾人家生意，那太好了。江医生，这样吧，既然你是中医，能不能多帮我配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用来泡脚什么的，顺便再帮我配一些艾灸的工具。我只是略懂皮毛，我让店里的老中医给你配吧。其实来的路上，姑姑已经说了，这家店是很多人排长队都难求的老中医馆，有200多年的家族历史。但我也只是拿些简单的药材，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更何况需要用药的人都没来，真的没必要和别人抢排队的名额。不用了，江医生，我就相信你，别再麻烦了。好，那就谢谢严小姐的信任了。雪儿，这是……哎，姑姑你来了，这是我该怎么介绍？说是朋友吧，也有点太自来熟了，但说是昨天认识的好心人，又有些太生疏。姑姑您好，我是严雪的朋友。2个半小时后，3人有说有笑的从中医馆出来。江明不仅给严雪配了诸多中药，还细心的配了些调理身体的药给严雪姑姑。江医生啊，真是谢谢你啊！不用，这是小事，何况严雪付了钱的，这只是尽职。魏总，要叫夫人上车吗？不用。
临近晚饭，严雪把姑姑送到家，两人在路口你来我往半天，最终她还是婉拒了姑姑的吃饭邀请，赶回家看二宝。姑姑性格比较软，这么长时间被周家3人拿捏着，为了防止周家的那3个拿走姑姑的东西，店铺的证书之类就放在我这代为保管，对周家的人就说是我免费借给姑姑店面就好了，剩下的就靠他们勤劳致富。姑姑有了这个靠山，也不怕那几人完全不听话，就算真的过不下去，姑姑也有资本可以养活自己，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打零工。今天不是周日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在家陪二宝呢。临时有会。哦，我下车就下车，怎么还把药拎下来了？上来吧。那辆车怎么办啊？会有人开进车库。哦，真有钱，对待那么一辆好车的态度平淡的，就像对待一辆破自行车似的。这些是？这个啊，这个是给你买的艾灸需要用的东西，还给你买了些泡腿脚用的。现在天冷吗？正好合适。买的。那不然呢？难道还有人送给我呀？从你朋友的妈妈呢？我不就是之前随口提了下朋友的妈妈，怎么这个坎就过不去了？对呀，在他那买比较方便。见玉衡一副了然的模样，严雪又拽着玉衡的胳膊继续讲，巴拉巴拉讲了几十秒，他熟稔的拍拍玉衡的手。我在说呢，你认真看看呀，这个对你很有帮助的，真的不能不注意啊。虽然你现在还算年轻，但是你要是不注意，等到老了就要受罪了。希望魏恒能健康到180岁，这样二宝的生活也就自然而然更如意。还算年轻？不是，是很年轻，超级年轻。今天就开始艾灸吧。好啊。二宝在家待了一天，这会见爸爸妈妈终于回来了，并且还是一起回来的，都高兴得不得了。妈妈，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呀？咦，不好闻，苦的。妈妈。你个小馋猫，当然是苦的啦，这是给爸爸买的。他说完才想起来给二宝买的精品榴莲还在另一辆车的后备箱，于是转头看向玉衡，还有东西没拿，我下去一趟。妈妈只喜欢爸爸，只给爸爸买东西。哼，不用，让他们去拿。张妈就在旁边候着。玉衡说完都不用吩咐，张妈就已经招呼人去车库取东西了。这要是以前，先生怕是不会这么爱管这些事，夫人下去拿了也就拿了。等榴莲被拿上来，几人静静坐在餐桌前。严雪自己是很喜欢榴莲，但不确定二宝喜不喜欢。妈妈，你的手流血了。没事的，只有一点点，小翔不怕。不用的，这都不算伤口，过几分钟就自己愈合了。我来吧。你会开榴莲啊？不嫌臭啊？以前兼职的时候做过。我总是忘记魏恒的身份设定是私生子，不是那种没吃过苦的人。书上写着魏恒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出去兼职，大学之后更是没用过家里1分钱，算是富二代里命运最悲惨的人，也是豪门的一股清流。原主的脑子真是有坑，都已经嫁给魏恒这样的人了，竟然还一心想着钱和地位。都是过去的事了。晚上，严雪又钻回房间里拨弄手机。前阵子她早就把手机上关于逃跑之类的东西删得一干二净，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新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有个自己的房子。也好在女主来了之后有个安身立足之地。值得一提的就是她心里已经把这个房子的位置从最好离魏家越远越好逐步改变为越近越好。所谓理想很丰满，但是数遍我全身上下的技能，能在短时间内挣一套房子的钱基本是不可能的，更别提我想把姑姑店铺的钱也还给魏恒。看来缓兵之计也只能把买房子暂时换为租房子了，钱实在还不起就不还了，毕竟魏恒给都给了。再说魏恒家大业大的，也不差我这点。严雪在床边支着脑袋想了半天，给玉衡艾灸的时间也快到了。她目光一到艾灸的物品上，突然闪了闪神色。今天白天江医生好像是说过，中医馆因为在扩建需要助手吧，而且因为是很出名的中医，所以工资不低，好像1个月有2万多。妈妈，我们进来喽。怎么了呀？妈妈，看书太困了，我们看不下去，我们能不能跟你玩呀？看来学习会使人犯困，这是全人类的通病，连豪门小少爷也不能幸免。但是妈妈现在要去找爸爸哦，没办法陪你们玩，你们2个听话，回房间里把今天的任务学完。二宝撇嘴，见在妈妈这撒娇也不能混过去，于是他们转头又乖巧往回走。严雪笑着目送他们，2秒后见已经离开的思熬又钻回来，冒出个头。妈妈，其实你晚上不用在旁边的房间守着我们的，爸爸可能更需要你。很快，严雪哭笑不得的拿着艾灸等物品出现在魏恒房间门口。严雪进门的时候，魏恒正在电脑上处理着什么事件。我晚点再来。不用，不介意的话，在这等一会儿。哦，我好像从来没看懂过魏恒，不像书中写的黑化后狠戾无比，也不像表面上那么温柔平静。而且因为原主没什么朋友，我连目前魏恒在外面是什么地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魏恒的房间很大，他百无聊赖的等了几分钟，觉得也没什么事，又不好坐在人家床上等，于是在侧面走动。他活动了几步，骤然看见右边桌子上有个相框，上面是个很漂亮的女人。照片里看起来不像是只有一个人，应该是女人靠在什么人身上拍照，可旁边的人明显被皮埃斯处理过了。按照书上的情节，魏恒现在只知道他母亲去世了，他并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世和母亲为什么去世，所以他不可能有母亲的照片，况且就算有，也不可能把他父亲截掉。这有没有可能是魏恒的前妻？我一直觉得魏恒的前
前妻是个谜一样的人物。穿书前那个晚上，我基本也把书看完了，就差10几章就大结局的那种。可即使这种程度，我依旧没看到过任何关于魏恒前妻的描写。这人好像只存在于别人口中。他们说是以前魏恒不懂事的时候闪婚，生了孩子就离婚了，后来两人茫茫人海，再无相见。魏恒关上电脑的时候，就见严雪正站在一边出神。他幽静的目光在相框和严雪脸上打量一瞬，就明白了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咳一声。你忙完啦？怎么了？在看什么？没事，我刚才见你忙着，就随便看看，你不介意吧？魏恒肯定知道我在好奇什么，更何况这个房间干净空旷，除了我面前的相册，没有任何其他摆件。不过他不说话，肯定是不想随便提起往事。这么短的时间，一个人真的能脱胎换骨吗？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习惯严雪的存在了。魏恒，你说？我是想说吧，我觉得我天天在家待着也不行，人还是要找点事做。我想去工作。这人各个方面都和从前完全不同了，不仅是不同，是截然相反。怎么想去工作了？是缺钱？缺钱也是一小部分。我是觉得一直当全职太太也不太合适，人总要在社会上锻炼一下的。之前的钱都花完了啊？没有，怎么可能？那为什么缺钱？要做什么？我总不能说是等离婚了，我没钱养活自己吧？那魏恒还不得觉得是我在变相索要离婚财产？其实也不是缺钱，主要是觉得独立的人更受欢迎，更容易被人喜欢。我虽然结婚了，也要严于律己才行呀。所以你是想被谁喜欢？哈，我以前怎么不知道魏恒这么执拗，这么爱刨根问底？不过寄人篱下就要有寄人篱下的自觉，那必然是有问必答，当然是被你喜欢呀。魏恒挑眉没反驳，他分明看得出来严雪眼里没有爱意，更多的是敷衍。那就去吧，需要我帮忙安排工作吗？不用，已经找好地方了，大概看好了一个，离家也不算太远，就是在一个中医馆那边做助手，工资还挺高的，不过还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我，而且如果我去了，是今天去买药的地方吗？那不行。为什么啊？刚才不是说好了吗？我是说在那不符合你的身份和学历。明天我让助理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你不要太累。原主的学历确实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是身份的话，我记得书里好像没多少人知道我是魏恒的太太吧？不是没几个人知道我是你妻子吗？应该不会影响啊。不，还是有人知道的。这样啊，刚才我还在想不知道魏恒的地位，如果现在魏恒地位很高，在其位谋其政，那我确实不适合太抛头露面，但是我也不能在魏恒手边工作啊，不然离婚了岂不是又要重新找？就算魏恒不在意，我也尴尬啊。这么一纠结时间就长了，直到艾灸结束，两人都默不作声。半小时内不要洗澡，先用被子捂半小时。我明天和助理核实一下，如果不影响你也可以去。行啊，那你明天确定了告诉我一声。他拿着东西开心出门，没注意到兜里的名片因为起身的动作掉在地上。严雪，魏恒开口本想提醒他一声，却在看清地上是什么东西之后又不着痕迹的移开目光。怎么了？没事，早点休息。严雪回到房间后，先在手机上查了下魏恒目前在网上的信息，资料上没什么变化，还是只有寥寥几个字，上面写着他是魏家老三。既然魏恒答应了我先核实一下，那就说明事情有转机，现在也不算太晚，我打电话问一下江医生。半分钟后，他打开房门，一路顺着找。小翠正端燕窝过来，见严雪姐低着头，她也赶忙凑上前。严雪姐，你什么东西不见了？一张名片，你见过吗？应该就是刚刚或者半小时前掉的。没有啊，严雪姐，我一直站在外面，刚才去楼下给你端燕窝，也就几分钟，没见过什么名片。现在也不是扫地的时间啊。我没说我要燕窝啊。严雪姐，这个是张妈让我端上来的，应该是先生授意的吧？严雪想了想，确实有可能，于是她点头让小翠把东西送进她房间里，自己则一路找到魏恒房间门口。走廊上干干净净，唯一的可能就是掉在魏恒房间里了。魏恒，你睡了吗？进来吧。怎么了？没什么，我刚才可能掉了个东西在这边，你看到了吗？什么东西？魏恒肯定是没看见名片，不然也不会这么问。名片是白色的，在棕色的地板上应该很显眼才对，可现在地板上一目了然，什么都没有。没什么，我再找找。那你好好休息。门锁慢慢合上，偌大的房间里又只剩床上眉眼深刻俊美的男人。他慢慢压直嘴角，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那张名片，随即拨通一个电话，电话另一边很快接通。第二天，魏氏集团查到两人资料的秦亚轩看着面前的2份厚厚2沓，陷入沉思。最近魏总到底怎么了？一会查一个普通女人，一会又查个普通医生。当然，这个江敏医生的另一层身份肯定算不上普通，毕竟是长东江家的长子，并且江家很重视这个长子。但是江家涉猎的范围和我们公司八竿子打不着，难道魏总也想插手娱乐界了？魏总，这是您要的资料，两人从小学到目前的情况都在里面，辛苦了。秦亚轩自知这里没有需要他做的事了，便应身后离开，只是还没关上门，身后魏总又叫住他。魏总，您说有多少人知道我结婚的事？这个现在几个项目同时进展，外界也会开始逐渐关注魏总，这些消息很快就会不胫而走。估计魏总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结婚的事吧？会封锁您结婚的消息，不会散布出去。不用不用封锁，可以适当透露。什么叫可以适当透露？肯定是因为魏总太优秀，怕之后贴上来的人太多应付不来嘛。魏总真是男人的楷模，绝世好男人啊。魏家，严雪陪二宝吃了饭后，杨小芝通过昨天的学习，今天已经不那么排斥读书了，看着也不太犯困，只是习惯性的和他玩一会就到不同的房间跟着家教开始学习。今天要不要再去那个中医馆找一趟江医生？
何婉云现在住址，这是高级别墅区，进门需要业主认证。如果打不通何婉云的电话，就拨这个，还是不行就联系我。书里提过婉云家的条件一般，那天姑姑也说了，婉云这几年一直和爸妈在一起住，怎么现在她爸妈回老家了，她却住在高级别墅区呢？还有魏恒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联系不上婉云就联系他？他又不是业主，还能跑到那帮我开门不成？一连串的疑问干坐着也没有解答，他干脆起身直接开车出门去找答案。出门前，小翠在他旁边拿着一副欲言又止，严雪看出来了就笑笑。小翠你怎么了？你直接说呀，怎么现在还跟我客气啊？小翠四处张望之后还是抿嘴不说话。严雪转谋会意，过来陪我去车上取个东西。两人脱离所有人来到安静的车库之后，小翠才慢慢呼出一口气。你怎么了？是家里有什么事吗？不是的，严学姐，是我觉得吴老师有问题。吴老师我还真没见过，昨天来教画画的时候我也不在家，书上也没出现过这个人，你觉得他哪里不对劲？我也不确定，就是昨天小翔下课休息的时候，他好像一直鬼鬼祟祟的，而且我看见他在里面翻东西。画室应该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看见他拿走什么了吗？应该什么也没拿走，所以我昨天也不敢说，想等着严学姐你在的时候确认一下。但是今天你又要出门嘛，严学姐？这下弄得严学也有点尴尬，他联系婉云的事情也不好耽误。几秒后，他拿起手机想联系魏恒，想了想又放下。昨天听他们说，吴老师已经教小翔画画2年半了，时间比我还长，所以我一个刚来的人也不好捕风捉影。况且这只是小翠的猜测。他思索一瞬，在小翠耳边悄悄说了些话，小翠一字一句认真听着。严学姐你放心，我肯定会做好的。两人商议过后，严雪放心的出门了。他一路畅通无阻的开到小区门口，门口的保安确实在打量他之后请他出示业主证明，或者叫业主打电话至保安室，这些严雪都没有。他给何婉云那2个电话都打了一下，依旧打不通。稍等一下，我再打个电话试试。看他的样貌和车，我还以为是这里的住户呢，或者再不济也是住户的朋友。现在看他连打好几个电话都没音讯的样子，一看就又是故意打扮成这样，想混进去不知道找什么人。现在怎么这么多这种人？这几天刚走了几个，现在又来一个。问题是这些年轻女孩找的还都是已经结婚了人的，或者快要结婚的男人，弄得我们物业和保安经常被正牌太太投诉，说是我们看管不力，经常放小三进来。再这样我们还怎么干？现在找到这么一份高工资多不容易啊！旁边严雪打这个手机打了40多秒，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个男人的声音，而且没听他说完话，立刻就挂断了。小姑娘，你看你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大白天的干点正事不行吗？非要做这种事干嘛啊？哎呦，李太太今天这么早就回来啦？这是谁呀？不会又和前2天群里的一样吧？就是说呢，李太太，谁知道最近怎么这么多这种人，我们赶都赶不及呀！你看这可真的不怪我们，有的人他就是不要脸啊。不是别墅区的就赶紧滚，别仗着自己年轻就做些见不得人的事，省得回头被抓了。把你裸体的照片留到群里做展览。这些人是觉得我是想混进去做些违背道德的事，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你们说话注意点。我看你就是那种人，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在哪，还让我们注意点，你怎么跟我们业主说话呢？呵，我现在站着的地方也不是你们小区，这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行走的地方，你们就算看门也不要见人就咬。你要是看见一个人就这么想，我只能认为是不是你经历过那种事，不然怎么会这么熟练的张口就来？所以你是抓奸的那个还是被抓的那个呢？你说什么？你什么你？说话就说话，不要用手指我。他说完见保安和这女人都说不出话来，便走远了些给魏恒打电话，倒不是为了做别的什么，就是想问问魏恒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让他进去。他问完之后，电话那头沉默几秒，魏恒良久没说话。不会是魏恒也没办法吧？那我刚才的一通操作不就很尴尬了？你要是没办法的话也不用勉强。受委屈了吗？魏恒，我受委屈了。慢慢说，发生什么了？很快，他一五一十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没事啦，我说出来就好多了。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进去啊？乖，在那等2分钟。随即电话就被挂断了。严雪站在原地愣怔几秒，是不是我听错了，或者是魏恒口误了？虽然和魏恒相处时间并不多，但我莫名觉得魏恒十分靠谱，说不定是魏恒在里面认识什么人，能帮我开下门呢。2个保安和李静笃定主意，看笑话似的看着他。其中一个保安很快接到一个电话，他看了看是领导，以为是李太太已经投诉到领导那去了。啊，是啊，我真的不知道啊，领导，我啊，是，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魏总的太太呀！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人弄走？不想干了吗？不好意思啊，魏太太，您看您早说您是魏总夫人不就好了，咱们也不至于误会呀。您在这站着冷了吧？我给您端杯热水去。虽然不知道魏恒和这个高端小区有什么关系，但既然保安态度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我也正好狐假虎威，以后不要随便给别人下定论，嘴巴放干净一点。哎，是我们嘴不干净。魏太太，您需要什么帮助随时说。魏太太，数遍全国恐怕姓魏的也没几个，看保安们的这个态度转变，难道这女人是开发别墅区的魏总夫人？听说
说近期卫视集团大变天，新上任的总裁短短1个月就把从前的卫视搅得天翻地覆。我老公最近正好有个项目想和卫视牵线，这要是真能和卫视合作，那我家的公司不仅能大赚一笔，更会名声大噪。再往后我想和谁合作还不是轻易举的事。哎，魏太太别走啊！魏太太，刚才是我永远不识泰山说错话了，您别走那么快呀。同一时刻的魏家，魏思祥刚聚精会神的画2个半小时，现在正打着哈欠往楼下客厅走。小翠阿姨，你不跟我下去吗？小翠手里拿着抹布装作擦墙面，实则眼睛一直瞄着画室里面的吴老师。小少爷，你先去休息会，我干完活就来。魏思祥也没多想，顾自点头下楼去找哥哥了。吴老师，您有什么需要的吗？没有的话，我就下去陪2位少爷了。好的，我没事，谢谢了。不得不承认，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自带着一个天赋，而魏思祥的天赋就在画画上。吴老师，我回来了，给你带了车厘子，你吃不吃呀？吴京路立刻将画卷起来放进他来时候带的大包里。玉思祥走到画室正门口，看见小翠阿姨在画室后门缝上趴着，好像是刚刚收起手机拿起抹布专注的擦门。真辛苦啊，想玩2分钟手机多不行。他心里想着，于是走进给小翠阿姨兜里塞了几颗车厘子，又进了画室。我这么乖，妈妈晚上回来肯定会更喜欢我的。小翔真是又乖又懂事。这是妈妈今天早晨告诉我的，要尊敬师长，也要及时分享。吴老师是值得尊敬的。老师，你怎么啦？你看我这里的颜色搭配对不对？对，很好。小翔，2周后有一个大型绘画比赛，最后获奖的小朋友可以提前1年进入你想进的那所学校，而且这次只有3个获奖名额，你要不要参加？真的吗？从学画画开始，我就一直想进那所学校的。我最向往的一个国际知名绘画老师也在那里。之前去了农村，也错过了2次机会，还以为没机会了，没想到这次的活动竟然和画画有关。那当然了，小翔，不过你也知道这个比赛有利有弊，如果你这次没拿奖，之后再进去的可能微乎其微，而且你之前的画也小有名气，这次要是失败了，不知真心还是有意，他挑拣着话劝了几句，最后小翔还是强烈要求参加。我一定要获奖。刚走到何婉云家门口的严雪的手机响一下，她看着小翠发来的消息和视频陷入沉默。我也不懂吴老师拿小翔的画干什么，而且只是角落里的一幅练习作，是觉得小翔天赋太高想收藏起来吗？不过如果真的是想要收藏，也可以直接告诉小翔一声吧。哎，魏太太，年轻就是好啊，你看你身体素质这么好啊，走得真快。哎，魏太太，原来你是找赵家的人呢。哎呀，不早说，我直接帮你联系，他们家的人是经常不在。你认识这家人？认识啊，怎么不认识？这个别墅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你看这是我们的群，你要找谁都能找到。原主和何婉云的关系基本上算是破裂了，而且何婉云在信息里问他还在生气吗？这种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线下我直接找到她婆婆家来，确实有些唐突。这个何家是不是近期要办婚礼了？是啊，已经给我们发邀请函了。不过啊，听说不会大办，何家也算有钱，才包了市里最大的酒店3层。新娘是姓何，叫何婉云吗？哎呀，这个我确实忘了，要不魏太太你跟我回家一趟看看，我们家可多。不用了啊，是已经到赵家门口了，还折腾干嘛呀？不过魏太太我还知道些别的信息，我跟你说说。最后严雪还是没按响赵家的门铃，因为李静告诉她赵家不太喜欢这个新媳妇。何婉云的家境和处境不好，几度在群里被人提起门不当户不对的话题。这种情况我敲了门，不论婉云在不在家，恐怕都会引起不好的效果。她斟酌半天，最后无功而返。不过在李静的努力之下，2人交换了联系方式。严雪是为了让她2天平时在小区里遇到了婉云跟她讲一声，电话联系一下，以后有什么第一手的消息都会发给你一份的。这个李静8戒重视的是我魏太太这个头衔，可我终究不是真正的魏太太，也总有一天要离开的。现在越多联系，到时候反而越尴尬。严雪正打算驱车回家，就接到了姑姑的电话。姑姑正在店铺里，在问她如果不忙的话，能不能看看决定一下装修。雪儿，你总算来了，姑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主，而且最近我思考了很久，这个店就这么给我，你还帮我请人装修，又在那想着开哪种店，姑姑实在不好意思，要不然这个铺子还是我们一起做行吗？给你了，就是你的姑姑。唉。你看姑姑，你又来了，我是你侄女，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那姑姑就说了，那天从你家离开，姑姑一直在想，你这些日子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发现你很少提起魏恒，也不能确定你们的感情到底怎么样。姑姑也不懂有钱人，但是最近我上网看了很多东西，还看了小说，发现如果女生一直在家做家庭主妇可能不太好，而且你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护着你。虽然现在你和二宝关系不错，但毕竟……严秀荣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虽然有时候词不达意，但严雪都认真听着。说到最后，严秀荣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她唉声叹
叹气的看着严雪。我也没想着一直靠魏恒生活，只是姑姑既然这么关心我，又这么希望和他合开店铺，那我就不拒绝了。毕竟就算和魏恒离婚了，我也不可能和姑姑断绝联系，不是吗？不过最后他还是回绝了姑姑想把铺面房产分给他一半的建议，只需要平分每个月收益就是了。好啊好，那姑姑就不说什么了，就当姑姑替你保管，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姑姑说。忙碌了大半天，时间也到了傍晚，想着今天应该也没办法回家吃饭，于是给小翠联系之后，她叫姑姑去吃饭。哎，漂亮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姐姐跟我们一起坐吧，现在也没其他座位了，而且我们也刚进来，我们一起吃，我付钱。严学姐，江班长，你们认识？江之行，你去给我买瓶可乐。好，那谢谢你们啦，钱就我来付，放开吃。江媛媛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姐姐，要是这个姐姐没结婚，她必然是要介绍给她哥哥的。哎，严学姐，你刚才说要在这边开店，是开什么店啊？等你开店，我们带着同学去帮你照顾生意啊。对啊，员工也可以是大学生，他们精力旺盛，下课之后过来兼职赚钱，应该比其他人更方便。这样，你要是想帮忙的话，就顺便帮我问问有没有人愿意过来兼职，我给的工资可以是市场价的2到3倍，不过要勤劳能干哦。没问题啊，我这就给你发到群里问问。他很少这么看别人，尤其是女生，一般都是不冷不热的淡漠态度。况且上次摔手机那天，江之行也是和这个女人坐在一起。哎，你不饿啊？今天帮我做实验不够累是不？江之行看他一眼没说话，眼底似乎斜着些冷意，这下盛南里更不爽了。你们聊，我带他去买点东西。江同学，你等一下。严学姐，你有什么事吗？他顿了一下，看着旁边的盛南里欲言又止。江之行很快意会，他和盛南里说了声让他等等，就和严雪走到稍远点的地方。江同学，你是不是对我的店感兴趣，想来锻炼一下？我了解过这边的工资情况，如果是你的话，我可以给到3倍。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交换了联系方式，等着1周后先来试岗1天看看。晚上7点，魏恒准点下班到家。近期公司多处项目改动，事务繁忙，几乎所有员工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玉恒也是1个多月来第一次准时离开公司。他本想看看下午在电话里委屈的严雪怎么样了，没想到到家的时候家里却有点冷清。客厅沙发上只有二宝。爸爸，你回来了。凯凯，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妈妈呀？妈妈打电话说在外面吃饭，晚点回来哦。爸爸，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看看你们今天学的累不累？严雪把姑姑送回家，在自己开车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妈妈，爸爸今天早就回来了哦，而且什么呀，宝贝？而且爸爸很想你哦。哈，这话绝对不是魏恒能说出口的，估计又是思瑶在单方面促进我们2人的感情了，真是难为了这么小的孩子。那爸爸现在在哪呀？应该在书房。几分钟后，进书房和玉恒沟通了一会，严雪才知道原来那个高级别墅区就是魏氏开发的，并且那个高级别墅区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在那买房，不仅需要资产认证，还有一系列的其他要求，更甚至目前大部分有钱人现在还是花高价在那租房，为了方便融入上层的圈子，或是为了面子。我还在发愁怎么用几千块钱租个1室1厅的时候，这些人竟然1个月花几10万去租个别墅区。怎么了？没怎么，就是觉得挺神奇的。对了，我觉得那个别墅区管理挺有问题的。魏恒自然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眼神在严雪身上停留2秒。最近有点忙，还没注意到这个，今天多谢你的提醒。别墅区之前的管理确实有很大问题，近期他疲于应对多个项目，接下来之前魏氏留下的问题也要一个个纠正。他没说的是，今天严雪进去之后，2个保安就被辞退了。当然李静家的项目也暂时被划入黑名单，但玉恒毕竟是商人，不会什么都用儿女情长做决定。你今天核实过了吗？我能不能去上班？核实过了，不少人知道我结婚这件事。魏恒声音平静，言外之意，作为魏恒的太太出去做那种工作不太合适。我明明今天上网看了，没什么人知道啊，而且今天也侧面问过李静，除了太太圈消息很灵通的人之外，没什么人知道的。那么魏恒说的不少人是哪来的？不会吧？会不会是魏总你的圈子太高端？你就这么想去那个中医馆打工吗？哎呀，不是，我只是觉得我出去工作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你也不能干涉那么多吗？而且我已经不用去中医馆打工了，我和姑姑一起开店，已经在招员工了，不需要一直在店里的。再说真的没什么人知道你结婚了的，肯定是你的圈子不一样，不信我给你看看。他边说边印证似的打开手机，想给魏恒看看手机上的信息。不过这么一搜，他蓦地睁大眼。早晨的时候，浏览器里还不是这样的，怎么现在魏恒的词条变成了有太太，并且有2个儿子，下面还有几条魏恒已结婚的新闻？难道我早晨搜出来的信息有误？还是我眼花了？没什么好看的，还是不看了。先斩后奏，意思是可以去啦，是不是？是有很多人知道我有太太，但并不知道你的长相和名字。原主和魏恒根本没办过婚礼，只是领了结婚证，除了见过我们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我的长相啊？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也忘记了。我绝对不相信，这可是男主啊！什么样的聪明才智和心思深沉才能
让他在这样的世界首屈一指，这点小事会被忘记？为什么昨天说去中医馆就不行，今天说自己开店就可以？今天一天太累，他现在只想泡个澡，赶紧瘫在床上，于是放弃思考，出了书房。玉衡看着严雪离开的背影笑了笑，书房这边开心的很，二宝这边可就不乐意了，尤其是小翔。自从妈妈上2楼之后，他就一直盯着楼梯看妈妈什么时候下来。等了半个小时，我明明听到书房的门又响了，但是妈妈竟然没下来。小翔怎么了？哥哥，妈妈怎么不陪我们啊？她回来就上楼找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不是吧，只是妈妈今天出去一天累了，妈妈也想爸爸了吧？小翔，我们去找妈妈吧。严雪从浴室出来后，就看见二宝乖巧的坐在房间等她。妈妈，今天我们能不能和妈妈一起睡啊？可以跟妈妈一起睡，但是要先洗澡哦。浴缸的水妈妈帮你们放好，需不需要妈妈帮你们洗呀？魏恒结束工作离开书房，按照惯例每天睡前去看二宝睡得如何。刚走到梁小芝的房间门口，却听到严雪房内传来的欢声笑语。爸爸，魏恒很少叫孩子的全名，这么一叫，尽管只叫了哥哥，但是2个孩子都紧张。不过更紧张的是严雪，快点去洗澡，不然等会感冒了。浴缸里的水再放热一点哈。洗个澡换身衣服，等二宝出来我就去洗。他们洗澡慢，去我房间用浴室。虽说我的年龄也到了，但是没有感情不相爱的话，我实在是不行啊。而且我也不是真正的魏太太，这就算魏恒再完美，我也做不到啊。冷的话就去吧，我在这边等你。是我污了，我还以为魏恒也要去他房间的，结果人家一脸神色如常，根本没往那边想。哦，好，我这就去。魏总，这是赵家举行婚礼的邀请函，要帮您回绝吗？其实一般这种邀请函我都是直接拒绝，同时送一样和他们家身份相当的礼品过去。毕竟赵家这种家庭怎么算都和魏氏搭不上边。不过这次邀请函上的新娘正是魏总上次让我查的女人。先不回复，过2天再看。好的，看来今天我留下邀请函是对的。刚开始我也不是没想过会不会是总裁和这个叫何婉云的女人有一段什么，不过根据那天调查的结果来看，这人是挺好看的，但是怎么也比不上魏总太太吧。后来才发现这个何婉云和魏总太太是几年好友，虽然魏总从没和太太秀过恩爱，但我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来看，魏总是个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人。最近我发现魏总连回家时间都变积极了。此时的严雪已经到店了，她到的时候，姑姑正和工人们一起干活。雪儿，你别过来，这边脏着呢，你坐到那边。知道啦，知道啦，姑姑。改装工人都很负责，大家只想着快点干完活。几人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剩严雪一人在看店等人。不多时，店外进来几个年轻人。请问您是严老板吗？对，我是。你们好啊，你们是江圆圆同学介绍过来的吧？是的，严老板好，我们都是清大的学生，我叫程佳明，这是李晴和常林。好的，不过圆圆应该有和你们说过，这个是小吃店吧？需要每天做一些调料以及蛋糕和手打奶茶之类的，人多的时候还是有些辛苦。这些的话，你们都 OK 吗？他问完，眼神在3人脸上游走了一圈，果然李晴和常林脸上泛出为难之色。没事，不行的话，我们也算有缘就见一面，交个朋友，以后来姐姐店里打8折。严老板，我可以实话跟您说，我们是因为最近学校的本学期期末实践学分才来的。您说的这些虽然我没做过，但是学校我想我都可以，我家住附近，放假了也可以来。放宽心，还有其他店员，这些事肯定不需要你一个人做，只要不影响你期末考试就好。严老板你就放心吧，我们班程佳明同学可是我们系第1名，有天赋的那种，苏称闭着眼睛也能考好。最后3人中还是定下了程佳明，其他2人也坦荡表示没异议。严雪和他沟通好工资，并且约定周末过来试岗1天。一切做完，姑姑和工人们也吃饭回来了。严秀荣看着自己侄女还没去吃饭，他赶紧把刚才买的手抓饼递给严雪。雪儿，你愿意的话先吃点这个吧，姑姑给你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不按时吃饭老了胃要出问题，知不知道？不管怎么都要垫一垫，哪怕每顿少吃点，多吃几顿也行，千万不要怕胖，你现在太瘦了，你还要长身体才行。好香，姑姑买的手抓饼好好吃哇，连里面的肉松都比我自己买的多。你呀姑姑你怎么了？是不是最近又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事，雪儿，姑姑就是太高兴了。这有什么的呀？姑姑从2岁就把我养大，现在也该享福了。姑姑，我们会越来越好的。雪儿，你要一直开心积极才行啊！你爸爸妈妈在天上知道也一定会很开心的。下午3点，魏家，严雪带着几包板栗和一个大榴莲悄悄溜进家门。刚走到3楼楼梯口，在门口守着2宝的小翠眼睛一亮，就开心的喊他。眼看摆手已经来不及了，严雪给小翠使了个眼色，一个转身，轻巧的躲进了离他最近的房间。2宝听见小翠阿姨喊了声严学姐，2人直接从房间里往外跑。妈妈，妈妈回来了，在哪？没有回来，是我刚收到太太的信息，她说今天要晚点回来，让你们2个好好预习哦。啊，又要晚回来呀？那今天又不能和妈妈一起吃饭了吗？唉。我真的很想妈妈啊！虽然昨天晚上知道了妈妈开店的事，我也支持妈妈有自己的事业，但我也好怕妈妈万一成了女强人，不管我们了怎么办？哥哥，小翔不怕的，妈妈肯定不会不要我们的。我们在农村的时候那么困难，妈妈不是也对我们很好吗？妈妈还给我们烤玉米、炒鸡蛋吃，她都不舍得吃呢。
被抓到了吧？你们两个小笨蛋，趁着妈妈不在，竟然偷偷说妈妈会不要你们。刚才还说妈妈不在呢，这惊喜来的也太快了吧！妈妈，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呀？我还不回来呀？我再不回来，我的宝贝以为我不要他们了呢。妈妈，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就是太想妈妈了。哥哥说的对，我想的今天吃午饭多不香了，最爱的炒虾仁我也只吃了3口，是不是呀？只吃了3口呀？那我们小翔真的是好想妈妈呀。这2天确实陪二宝的时间不多，店铺里的事情忙得我回来也累得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不过我知道陪二宝的时间也是过1天就少1天，现在还不清楚女主什么时候会出现。那这样，明天妈妈一整天都在家陪你们不出门，好不好？哇！真的吗？那妈妈要陪我们学习，陪我们画画、练钢琴吗？当然了，陪你们呀。那妈妈，后天呢？后天啊，后天妈妈要去参加一场婚礼，可能就没办法。我们也去，妈妈带我们去吗？拜托妈妈，别把我们扔在家，妈妈。妈妈带我们去吗？我们都没去过。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拜托妈妈。这下严雪可知道什么叫自己的宝贝最可爱了，何况这2个宝贝长得太可爱，根本拒绝不了啊。最后他在二宝的撒娇和夸奖攻势下，很快就缴械投降了。我这算不算被二宝的夸奖给 PUA 了？不过就算是我也认了，谁让二宝满心满眼都是我呢？下午的时间，两小只在书桌上学习，严雪则在旁边沙发上坐着看开店攻略。妈妈，这幅画好看吗？很好看呀，这是你什么时候画的呀，小翔？我也不记得了，应该是很小的时候。现在我已经2年零6个月不用蜡笔啦。那你还真的是个小天才啊！爸爸，回家要亲一下的。妈妈每天回来都会亲我们。二宝很少有这种要求。魏恒看了看面前3人，最后将目光流转在严雪脸上。爸爸还有妈妈也要亲亲的。妈妈也需要吗？需要的。没想到二宝会突然提出这种离谱要求。严雪把头向后挪，紧急摇头，在二宝看不见的地方示意魏恒大可不必。2人距离过近，严雪站在原地避无可避，她浑身僵硬的像被定在原地一般。却只见2人距离相隔几厘米的时候，伸手魏恒把二宝的眼睛遮住，停在原处等了2秒，又看他一眼，退开远离。晚上临睡前，严雪洗漱之后看了会手机，就坐在床边，她心里烦得很。刚才李静给她发消息说，这2天她在赵家门口蹲了2天，也没见到婉云，现在也不知道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来，这个点敲门的肯定是二宝。严雪听见二宝进来也不说话，还动作很轻的走到了床边。宝贝们怎么啦？怎么是你啊？是有什么事吗？这是何婉云的婚礼邀请函。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啊？别墅区的很多人结婚的时候都会给卫士送邀请函。我明白了，看别墅区那边那群富太太就知道，别墅区一个个他们家的公司都想攀附上卫士，在结婚这样喜庆的日子给卫士送请柬，估计也是为了投机取巧。万一卫士就真有高层去了呢？那结婚的那人脸上得多有面子。那我拿着这个邀请函去，不就代表了卫士，甚至代表了魏恒吗？我能代表的了吗？我肯定是不能的。怎么了？这个我用不到。为什么？这个邀请函上面写着是邀请卫士的，说白了也就是邀请你，我拿着这个不就代表你了吗？但是如果没有我的话，我想你也不可能出席赵家这种家庭的婚礼，对不对？所以如果请我拿着这个去的话，不就白给赵家长脸了？万一因为我的出席再引起什么影响，比如其他公司看在卫士总裁太太的面子上，再给他们一些什么合作的益处，那他们不就属于空手套白狼吗？我觉得没必要。我已经彻底看不透严雪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她能有条不紊的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和我沟通关于商业方面的问题，还能想到这么深远的地方去，这或许是我的问题，两世都没能看懂这么一个人。其实我不介意这些，只要你想参与都可以。不行不行，这个不光是你的问题，我也介意。我现在也不知道赵家人是不是好人，为什么要给他们这种益处？而且我也不赞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事情。我可知道公司之间的合作得来不易，可能有的有实力的公司准备了很久都没有这种机会呢。再说我那天去的时候，听人说他们家人对婉云也不太好，好像很看不起婉云的出身。虽然说我能理解门当户对这件事，但是当面刻薄的人能有多好？说不定对员工也很苛刻呢，不给加班费还997的那种。997？那你觉得我对员工怎么样？女人意外穿越到自己刚读过的一本小说里，是2个未来大佬的恶毒后妈，更有着男主老公。本来可以靠着大佬孩子吃香喝辣，可谁让原主从小就对他们非打即骂，没有一天好脸色。她这个恶毒后妈，理所当然成为了长大后他们的报复对象，被关起来折磨的伤痕累累，最后更是被扔到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腐烂死去。这不是送分题吗？夸奖大佬，我还不是手到擒来。魏总一看就是那种对员工特别仁慈，一般绝对不加班，加班必定给加班费，没事就发奖金，年底双倍，855的那种。不知道这人脑子里哪冒出来那么多奇奇怪怪
的夸奖。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年底我不发双倍好像不太行。既然魏总那么大方，要不要给我也批点呀？有多少？多少倒是不用，就是店铺准备开业，我招了员工，想给他们多发点工资，尤其是有个学生挺不容易的，我怕他过年过不好，所以我还是需要从你之前给我的卡里先给他们发些工资，不多，这个月加起来几个人也就4万左右。为什么现在他总是和我分那么清楚？上一世的时候，严雪直到死都在惦记钱财等身外之物，这次他却处处为别人着想。好，那些钱你来决定就好，这个还是你拿着，万一后天情况有变，你可以用这个进去。我还是没有魏恒想的周到，万一到时候我没有邀请函进不去，那不就尴尬了？那我就拿着了，到时候万一用了代表你给你丢人，你可不准怪我哦。对了，后天我要带二宝去，你没意见吧？那肯定不会怪你，所以魏太太除了二宝，还需要与魏先生陪你出席吗？不必了。2分30秒后，魏恒关门从严雪房间离开，他到门口嘴角笑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心情颇好的模样。魏先生，什么事？先生，今天太太进了3楼杂物间，是我的问题，打扫卫生之后没锁好。他进去干什么了？应该是在和2位少爷玩，进去半分钟就出来了，大概是提前回来，想给2位少爷一个惊喜。以后注意。我是见过魏先生的手段的，不犯大错都还好，要是越了界那可就谁都保不了。像之前那个被安插在先生身边的杨嫂，下场惨得很哟。今天这么大的事，我以为说出来要连带着太太遭殃的，没想到魏先生竟然什么都没说，以后要对太太更好些，这也算是被太太保了吧。陪着二宝在家的一天过得很快，再醒来就是何婉云的婚礼日。严雪起得很早，虽然她还没见过何婉云，但她知道婉云是好人，并且以前对原主很好，所以她很重视今天的婚礼。一切收拾好，她满意可以点点头出了房间。刚出房门就和魏恒相撞。好看吗？很好看，需要我送你们吗？啊，婚礼在11点开始，我们9点多出门就足够了。但是魏恒每天不到8点就会出门去上班，怎么送我们？而且平时从来也没想过要送，难道这是对我自己带着二宝出去不放心？你是不是不想让二宝跟我去？玉恒挑眉，在明白严雪理解错了之后，他无奈地笑了下。算了，你们注意安全，有事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好二宝的，我有那个能力，就算我出事也不会让二宝出事。我相信你有那个能力，毕竟是能徒手拎起近200斤大汉的人，我怎么会不相信？不要乱说话，你也不会出事。严雪和二宝出现在酒店的时候，正好是上午10点半。我才知道李静说的赵家不重视这次婚礼是什么意思。这个酒店一共47层，20多层都是可设宴的楼层。刚才我在电梯里碰到另一户设宴的人家摆了5层，而赵家也算是有钱人家，居然只摆3层9，这也幸好是没有大人物来，要是魏恒过来，我都觉得亏待了他那种大总裁。妈妈，新娘阿姨在哪呀？等会婚礼开始了就看见了呀。3人走到礼宾处，门口有人专门在收礼金和邀请函。你好，我是新娘和婉云的朋友。有邀请函吗？没有，我们比较熟悉，所以只是电话通知了。不好意思，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如果你是赵家人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让他们出来接。如果是新娘的朋友就算了。这人好没礼貌啊，妈妈。严雪很赞同，她皱了皱眉，正想对着男人对回去，旁边突然插入一道女声：“哎呀，魏太太您今天真漂亮啊！您果然……”她话音未落就被严雪的轻咳声打断了。李静眼珠子一转就理解到了，我已经在这边等了好久了，这么好的套近乎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果然给我等到了，而且这次不仅有魏太太，还有魏总的2个儿子，我早就在背地里查清楚了，这2个儿子魏总可宝贝了。现在看他们母子关系这么和谐，看来魏总是非常在意这个妻子的。还有魏太太这是不想暴露身份，这也有情可原，毕竟现在还有很多消息不灵通的人不知道魏氏已经变天了。邀请函看清楚了，我们是有的，长点心都。男人看了几人一眼也没话说了，几人给了李晶缓缓进入场地。严雪礼貌向李晶道谢，李静则看着二宝夸奖：“呀，这2个孩子长得可真好啊，确实有外总的基因，怎么长得这是这么完美？而且这孩子的口才真好，反应真快啊。”二宝平时很少来这种人很多的地方，以前魏家人出席宴会也不会带他们，两人现在都有些不适应，但热闹毕竟是小孩子都喜欢的，所以两人现在反应不大相同。玉思瑶面对李静的夸奖有些不耐烦：“思瑶，小翔不可以没礼貌哦，叫李阿姨好。”李阿姨好，你们好，你们好。李太太怎么才来啊？来一起坐啊！哎，李太太这是哪位？真漂亮啊！哎呦，袁太太这半个月没见，看着又年轻了，刚从国外度假回来吗？李静结识的能力也不是假，她边热聊边看向严雪，用眼神询问接下来该怎么介绍她。你好，我是新娘和婉云的朋友。是这样啊，你好。袁太太多看了几眼，语气明显没有刚开始那么热情。我在看书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书里的上层世界是多么势利，不然魏恒和二宝也不会吃那么多苦了。好尴尬呀，我很清楚这些太太都是什么样的人，真担心魏太太今天体验感不好。不过这样也好，反正我也不想让那么多人结识魏太太，这块蛋糕我可真的不想跟别人分。于是矛盾中，他想和魏太太离开这儿，只要他一个人跟着玉太太就行。谁知他正准备开口，严雪已经先一步说出口：“那李太太你们聊，我带着孩子去后面
面坐。李晶愣了一下，也不好说别的什么了，她只能勉强的和袁太太先离开。李太太，那真是新娘的朋友啊，长得也太好看了吧？哎，我看是纯天然的吧？李太太，你们怎么认识的？这个袁太太真是太没眼力见了，让我好事。是啊，是新娘的朋友，是不是啊？那看起来可不像一般人。你看到她脖子上的项链没？全球限量只有3只，我家老袁提前1个月都给我订不到。你也看得出来呀，你看得出来，你刚才那个态度，真是脑子被江湖无助，透不出气了。这下弄得我刚才邀请函那一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算数了。哎呀，你们家老袁那么厉害，哪能呢？这还不是看这个项链太小了，想下次给你一只更好的吗？袁太太呀，你命可真好啊。你好，请问这边新娘的父母不在现场吗？啊，是呀，新娘的父母今天有事来不了。好的，谢谢。婚礼是什么头等大事，父母怎么可能因为有事而缺席？连原主这样趋炎附势的朋友和婉云都那么希望他能来，何况婉云一家家庭关系一直很好。再说婚礼是提前很久定好的，怎么会现在突然有事？妈妈，我想上厕所。这层楼的卫生间在礼宾处外面，担心出去了进不来，严雪快速带着二宝上电梯到上一层找到卫生间。思瑶，你要不要去？我不去。最后魏思祥自己进了卫生间，只是进去了才看到卫生间很黑，没有灯。半分钟后，他洗完手立刻往外冲，却不小心和别人相撞。他抬头看见是一男一女，两人距离很亲密，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么黑，魏思祥本来就害怕紧张，在确定面前的2个是人之后，他说了句对不起就往外跑。这没教养的死小孩，说句对不起就想跑，你知道我的裙子有多贵吗？你踩破边了，看见了没？里面的动静，严雪和玉思瑶也能听到些，觉得不对劲，担心小翔，他提高音量问了声：“小翔，你上完了吗？”他说话间，魏思瑶已经因为担心弟弟跑进男士卫生间了，女人抓领子抓得越来越紧，魏思祥脖子被勒得很疼，他拼命反抗的抓着自己前面的领子，但还是好疼，他哭唧唧的喊了声妈妈，接着就见哥哥已经进来了。哥哥，呜呜，好疼！你放开我弟弟！这怎么又来一个？今天哪来这么多没教养的孩子？不会是外面什么人混进会场了吧？妈妈，思瑶倒还好没什么事，小翔的脖子和脸都红了，这反应让严雪快心疼死了。她柔声问小翔他们发生了什么，于思祥还把脸埋在他衣服上，呜呜，几秒后抽了抽鼻子才慢慢抬起脸，呜呜，妈妈，里面太黑，我不小心撞到他们了。这个阿姨说我踩到了她的裙子，可是我有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呜呜，我错了，妈妈。你们都没有错，我们小翔最棒了。你他妈谁爱你？哪来的疯婆子？等严雪再站起来的时候，男人才看清严雪有多精致漂亮。他不着痕迹咽了下口水，想变脸，又被身边女人掐了下腰。易东，你看什么呢？我都被打了，你看我的裙子怎么办啊？这个很贵的，让他赔啊！听见男人的名字，严雪冰冷的眼底划过一丝错愕。再看看男人的穿着打扮以及脖子和衬衣上的口红印，两人在这个不常用的卫生间里做什么也显而易见。赔裙子是吧？没问题，不过我看这条裙子没坏，我帮帮你。我可是唯一的伴娘啊，专门定制了这条裙子要艳压新娘的。易东，这怎么办啊？我的妆都花了，还有我的裙子啊！行了，别喊了，我回头再给你订一条不就得了？这位女士，我觉得咱们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严雪冷脸留下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带着二宝离开原地。易东，你去干什么啊？我这样怎么办？你不能不管啊！那女人还没赔裙子呢，赶紧把自己收拾好，别耽误我时间。裙子回头我给你再订一条，别在这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快就被勾魂了？几个还不够你玩是吧？你这个禽兽，是不是看刚才那个女人很漂亮？你看不见人家都有孩子了吗？你个禽兽！你啊你什么都好，就是胸大无脑没眼力。那女人脖子上的项链我妈都买不上，你还敢动她儿子？你说人家真得算账的话，我们俩谁比较惨一点？你不是说这个地方一般人不会来吗？你不是说这边电梯打不开吗？我说什么你都信，蠢货！我跟你拼了！你害我，你不得好死你！我今天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你在这儿待着，结束了自然会有人来放了你。你这脸怎么了？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这脸怎么弄成这样的呀？没事的，爸妈，我刚才不小心在楼梯上磕了下，去补个妆就行了。易东，你这脖子上是什么？是不是何婉云那个女人？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婚礼还没开始，她在后台就这么着急吗？妈，你别喊了，这么多人呢，今天我们以后注意啊。对了妈，我刚才碰到伴娘贾倩了，她突然不舒服，看着脸色苍白，我就让人先给她送到医院去了。你和伴郎也说一声，等会就不用上场了。什么？算了，都随你吧，反正也没指望这场婚礼能有什么好处。伴娘伴郎没有就算了，这天天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结了婚家里岂不是更鸡犬不宁？婚礼后台，化妆间里独自坐着个穿婚纱的漂亮女人。她抬头看，墙上的钟表指向10点45分，还有15分钟婚礼就开始了。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她转身疑惑地看向门口。女士，您不能进去，婚礼就快开始了，新娘在里面化妆呢。婉云，何婉云，你在里面吗？
他见何婉云没说话，他也站着没好意思说话，直到何婉云眼睛闪了几下，把他和二宝拉进房间。妈妈，这个阿姨为什么哭呀？我以为你以后都不会见我了。那个，现在时间不多，我就长话短说，我不希望你结婚。何婉云吸吸鼻子，停了呜咽，她睁大眼睛，我是说赵一东他不是好人，我刚才在楼上的卫生间碰见他正和贾西或者其他女人在一起是吗？书里的世界这么疯狂吗？知道你还结婚，而且我听说赵家人也很苛刻，你嫁进去难道不是受欺负吗？你爸妈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第一次有除了父母之外的人关心我，还是那个年少时在一起7年之久的朋友。婉云，你到底是遇到什么事了？你说出来，我们才好想办法啊。这就是大人说的出轨吧？刚才楼上的那个坏男人就是这个阿姨要结婚的人吗？阿姨，你别哭了，我妈妈说为了坏男人不值得的，我兜里有颗糖给你吧。雪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但是我要补妆了，你快走吧。婉云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一直觉得不论遇到什么，只要人还活着就有办法。如果嫁给那种男人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到底能不能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帮到你，就当做是让我知道一下也不行吗？他语气坚定，或许是被这种坚定感染到了。何婉云愣神2秒，她总觉得雪儿不太一样了。我怀孕了，而且我现在欠他钱，欠很多钱，一辈子也还不晚。这是什么古早狗血剧情？放到霸总小说里面，这估计算是强制爱了。可问题，强制爱的前提也是深爱啊！现在一边要结婚，一边在婚礼之际和别人乱搞的是什么垃圾人？婉云，你是被迫的吗？何婉云早就放弃抵抗了，她失魂落魄的低下头，半晌毫无血色的点头承认。我其实没想过雪儿真的会来看我，我们已经2年0.6个月没见了，年少时候那8年的时光像是已经看不清的过去，没想到在见面的时候却物是人非。雪儿，你快走吧，去大厅坐着就好，别说认识我，等我结完婚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会去找你的，万一等会赵一东过来。他话音未落，门已经被推开了。我亲爱的新娘子怎么还在这哭啊？跟我结婚不高兴吗？我瞧瞧，哟，原来这是你的好姐妹啊！你这个好姐妹可真他妈的厉害啊！看见我脸上的伤了吗？你别说，这么漂亮的手打人可真疼啊！严雪表情不易察觉的变了下，她给了思瑶一个眼神。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她和二宝已经默契十足。魏思瑶接收眼神，立刻带着弟弟溜到了后面的隔间里，反锁上门。妈妈打架的时候，他俩是负担，他们都懂。他见识过妈妈的本领，知道妈妈肯定会没事，但还是用自己的电话手表拨通了爸爸的电话，以防万一。赵一东，我求求你，这和雪儿没关系，你放过她。我怎么样都行，求你。呵，你怎么都行？你觉得你很值钱吗？你怎么都行？还是你觉得你金枝玉叶啊？别搞笑了你！看见没？你这个朋友真是极品啊，还这么漂亮，我看啊比你强多了。赵一东，你别这样，我求你，我朋友是魏家的人，你不能这样，你会遭报应的，你会死得很惨的。我见过魏家的人，甚至我常年也和魏家的大公子魏谦保持联系。魏家的人会是谁？再说要真是魏家的人，李冰波的人早就通知我了，又怎么会让魏家的人自己在这待着？这辈子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他妈的，在我的婚礼上还有人想为难我不成？我再警告你一次，赵一东，你敢碰雪儿，我就捅死我肚里的孩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能生育，不想让别人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我怀上了你的孩子，但是你敢再向前一步，我就敢让你断子绝孙，我还要让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事。你。雪儿，你这还是我认识的雪儿吗？以前上学的时候，雪儿不是连班里的垃圾桶都拿不动吗？从来都是我跑着帮忙去倒掉，再跑回去和雪儿一起回家。婉云你别怕，我主要是……你们他妈的给我等着，我现在……婉云，你不会这个时候还心疼他吧？你没搞错吧？是他强迫你。何婉云不说话，用手帕塞到赵一东嘴里，又拿了条绳子把赵一东的手反捆在身后。很好。婚礼会场大堂宾朋满座，还有几分钟婚礼就开始了，所有人都笑容满面的坐在席位上，等待着新郎新娘出场。咱们儿子怎么回事？补个妆这么半天，不会是又被何婉云缠上了吧？这个女人真是不知礼义廉耻。最近为了这事，家里都变成什么样了？这都结婚了，又闹出这么多幺蛾子来，真是家门不幸啊！哎呦，行了，你也少说吧，儿子非要娶我们能怎么办？这以后就是一家人了，都消停点吧。你愿意承认你承认去，我跟他永远不是一家人。什么阿猫阿狗都进来，什么东西？时间直到11点整，只见会场对面的大门缓缓打开，何婉云精致得体的出现在门外，她拖着美丽冗长的婚纱，一步步慢慢走向台上。大家好，我是今天要结婚的新娘何婉云。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地里嘲笑和羡慕我嫁入有钱人家，我也知道我和赵家身份不对的。哼，这人还挺识相的，知道配不上我们家还来一段自白。今天真的非常欢迎大家莅临现场。关于这桩婚事，其实我和赵公子赵一东的渊源颇深，可开头却不太美好。是他在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恰好给同学过生日的我，之后接二连三的事情都不是我自愿，甚至连这次结婚也是受他胁迫。他用非常手段把我父母逼走，还把我手机收走，限制我人身自由。他外面女人不断，甚至多次上门，在赵父赵母不在家的时候偷情。赵一东他身体有问题，生不出孩子，他强迫我。
这不可能吧？一东那孩子看着挺好的。这不可能吧？一东那孩子看着挺好的呀。我觉得这姑娘说的是真的，谁会拿这种事撒谎啊？还不够丢人呢。这边何婉云没说完，赵父赵母才反应过来，赶紧带着人上去抢话筒。他们刚跑2步，严雪不动声色的死死踩住赵母长裙摆，二宝也跟着妈妈一人一脚。你个死老头子，你干什么呢？赶紧带人去把这个该死的丫头给我弄下来呀！大家不要轻信他的一面之词啊！这人就是看中我们家的钱财，婚事被我们反对才这么说的。各位宾客都不要。他话音未落，侧面又一瘸一拐进来一个人。看来婉云系绳子还是太松了，这人竟还能跑出来。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不要相信她的话，这女人心机颇深，使我识人不清啊！这都是因为我不同意和她签署财产协议，她才这样的。大家看到我这样了吗？都是她伙同外人在后台把我打的，心思何其歹毒，就是她。你胡说什么？赵一东，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好啊你敢打我儿子，我今天豁出去跟你拼了！我知道他，我们进来的时候他还打招呼了呢。这人确实是新娘的朋友，李太太，你说是吧？那会不是我们还见过吗？我刚才就不该跟他站一块的，这下我也不能说出那是魏太太，更不能说那不是新娘的朋友。因为有旁观者冒出来说话，局面立刻一边倒的倾向于赵家人。大家看着严雪，妈妈你不要怕，我已经给爸爸打电话了，爸爸的人很快就来了。放心，妈妈有办法。我证明何婉云说的都是真的，赵一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禽兽，他骗了很多人，连他表姐他都不放过。这不就是今天的伴娘贾倩吗？早点的时候还和伴郎一起在会场帮着迎宾呢，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怪不得好好的高级别墅区最近这半年总是乌烟瘴气。不多时，赵家丑闻就传遍了整个圈子。婚礼时赵家几口人的丑态视频全过程也在圈子里被逐个传阅。江医生，你怎么会正好在那边啊？还把贾倩给带出来了，真是厉害！要不是你今天可就没这么早结束了。彼此，我在里面也听到了你有多厉害，我有些自愧不如，就是没想到你已经有孩子了，看起来真的年轻。严雪也愣了一下，她这才想起来之前2次见面都没提起过这个，但是江医生好几次帮他，不认真做个自我介绍，他都觉得自己不太合适了。宝贝们，叫江叔叔好。江叔叔好。其实我是他们后妈，但2个孩子都特别好，又乖又很聪明。本来得意洋洋的二宝互相对视一眼，心中警铃大作。这是妈妈第1次在外面介绍我们的时候说自己是后妈，我们可不承认，这就是我们亲亲的吗？看得出来2个孩子很喜欢你。是啊，孩子们就是这样很单纯可爱。今天还需要再搭一次车吗？不用啦，主要是我也不能总是那么点背，今天我的车肯定没问题。下次出门前可要检查好了，安全最重要。先生夫人慢走。严雪一顿想解释说他们不是那种关系，工作人员已经向后撤开了。没事，他们也只是随口一叫。也是，反正之后大概率也不会再来这个地方，没必要揪着这点和工作人员校对。爸爸，外面冷。谢谢啊。严雪的丈夫魏恒，你好。你好，江民富。2人手短暂握了一下，就同时撤开，表面上很平静，却看得一旁的秦柱隐隐冒汗。我好像知道为什么魏总之前要调查这个江医生了。小插曲很快结束。严雪早晨来的时候是开车了的，不过现在她肯定不会傻到带着二宝去自己开车。几人朝着不同车辆走去的时候，严雪突然想起来她之前弄丢了江医生的名片，这次断了联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虽然目前不需要去中医馆打工，但我私心还是想和中医馆的人有些联系。如果可以的话，以后我还想开个中药房，如果有江医生帮忙，那就顺当多了。万一做大了能把江医生挖过来，那我不就更赚大了？这么想着，他转头叫了一声江医生，江明富也配合的停在车旁等他的下文。能不能麻烦你再给我一张名片？上次的中药。老婆，江医生在市第医院工作很辛苦，你需要中医麻烦家里的医生就好，中医毕竟不是江医生的专长，你觉得呢？严雪看向魏恒，连反驳和疑问都忘记了。几分钟后，严雪坐在魏恒身边，2个孩子坐在最后一排的安全座椅上。你说江医生是市第一医院的心血管外科的科室主任。我之前问江医生是不是中医的时候，江医生完全没反驳啊，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竟然还想着挖人家，那还挺厉害的，这么年轻就做到科室主任了。对了，你怎么会知道啊？他是江氏的继承人，魏氏和他们家有合作。是啊，夫人，我们和江氏有合作，老板寄人向来厉害，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向哪来的合作？这种修罗场般的察言观色实在不适合我啊。哦，这样啊。严雪低头专注的给李静发消息，那会走的时候，李静看得出来他在会场带着二宝有些为难，主动给他发消息说等现场举证结束了，他可以帮忙把婉云先带走。下午有什么安排吗？没有。要去我公司看看吗？这次就是妈妈说不去，我怎么都得带着弟弟说要去。上次差点被1块葱油饼换走，这次可不能被几包中药换走妈妈啊！好啊。你们上午没吃到酒席，先去吃饭吗？